逆袭神操作，欠债3万被笑穷鬼，绑定系统后和黑人吹牛秒入100万，过年直接躺赢成首富。哟，这不过年还有阵子呢，就往回赶了。张大成扭过身子，目光在叶秋身上扫了一圈，从他油腻的头发看到开裂的鞋，嘴角扯了扯。这还用问？一看就是没寻着好活，混不下去了呗。年轻人吃不了苦。可不是嘛，老张，你看现在这些小年轻，眼高手低，出厂子嫌累，坐办公室没本事，哪像咱们当年啥苦咽不下，这才拉月头就灰溜溜往回缩，怕是连张车票钱都紧巴巴。1年来的憋屈窝囊，在这赤裸裸的嘲讽下翻涌上来，烧得叶秋耳根发烫。他想回嘴，可拿什么回？人家说的不全是他这副德行。大专毕业6年，一事无成。这1年夏越冬，电子厂干了半月，老板跑路；塑胶厂裁员，五金厂被查封，兜兜转转，钱没攒下，道歉好几万。所以说，这人呐，有没有出息，看精气神就知道。蔫头耷脑，一身穷气，走到哪儿都兜不住财。我要是他爹妈，看着儿子这模样回来，心都得凉半截。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咱也只能管好自家孩子。我家那小子虽然也没多大本事，好歹在东莞立住了脚，混口踏实饭吃。老张啊，话说回来，你这急急忙忙提前回去，家里真有喜事？没啥，就是我那小子在粤东省广厦市混出点名堂了嘛，非得让我早点回去，说今年要开新车回来，让我张罗摆酒席呢。广厦市大城市啊，你儿子做啥大生意？什么大生意？就是在一家高级对客户用餐体验规划师，专门给大酒楼、高级餐厅规划客人吃饭，流程环境讲究得很。1个月嘛，不多，也就几万块。年轻人肯拼，今年说要买辆奔驰开回来，给我和他妈长长脸。哎呦，了不得！客户用餐体验规划师，这听着就高级，是文化人干的活。哪像我家那个小子，没啥大出息，就在东莞市水果科技工业园里当了个安全维护队长，管着好几10号人呢，也算个小领导，1个月18000块钱，将就混口饭吃。哎，这年头他是肯干，能管住人，也算本事了。总比有些连自己都管不住的强，是吧？两人一唱一和，吹嘘着儿子的丰功伟绩，每说几句就含沙射影地刺一下后排的叶秋。车厢里其他乘客听得啧舌，投去羡慕的目光。张大成和李有福更加得意。检测到高浓度负面情绪及环境羞辱氛围，揭穿吹牛就变强系统绑定成功，宿主需对明确吹牛行为进行揭穿与有效打脸，即可获得奖励。目标即将开始持续性吹牛、揭穿并打脸，可得现金人民币20万元。任务辅助资料已传送至宿主手机吹牛鉴定局，请查收。叶秋颤抖着用手摸出旧手机，果然多了个吹牛鉴定局，20万，支付宝直接到账。叶秋猛地握紧手机，刚才的窘迫、羞愤被一股冰凉的理智取代。他点开吹牛鉴定局里的证据包，聊天记录、录音、照片清晰无比。什么广厦规划师，实际只拿4800，奔驰更是梦话。东莞队长其实就是外包保安，月入4200，还经常被班长骂。我等着，等他们吹到最高。所以说，老李，这年轻人能不能成事，一看那股劲就知道，肯拼肯干的，早扎下根了，哪会年关没到就蔫巴巴往回跑？这架势，可不嘛！我看这小兄弟年纪轻轻，怎么这么早就回去了？厂里不行了，还是自己干不下去了？两位叔聊得挺开心啊！哎，随便聊聊。小兄弟，你这是在哪儿高就啊？怎么，今年行情不好，提前放假了？高就跟两位叔的儿子比不了，一个在广厦当客户用餐体验规划师，月入几万买奔驰；一个在东莞水果科技当安全维护队长，管几10号人，都是人物。哈哈，年轻人嘛，就得闯，拼一拼，总有出路。对，等他们得意完，叶秋才慢吞吞掏出那部破手机。哦，巧了，我刚好像收到点有趣的东西，关于广厦那边高级酒楼的规划师，其实到手工资4000吧，奔驰是梦里才有的。还有东莞水果科技工业园的外包保安，1个月4200，被班长骂打卡不积极。你胡说什么？小子，别乱讲啊！你哪来的消息？我有没有乱讲？两位心里最清楚。要不我把聊天记录和录音念给车上各位叔伯阿姨、兄弟姐妹们听听，让大家也评一评，这算不算有出息？车厢里彻底安静了，所有乘客的眼神都变了。惊讶、恍然、看戏的神情投向张大成和李有福。叶秋心里那口堵了1年多的浊气，随着这两人阵脚大乱的窘态，长长的吐了出来。我有没有乱讲？看来两位叔叔还是觉得我在瞎编。那行，我这儿刚好有些东西给大家分享一下，也请各位叔叔阿姨帮忙分辨分辨，看看是我这年轻人胡说八道，
还是有人把牛吹上了天。先从这位张叔的儿子广萨那位高级客户用餐体验规划师说起。微信聊天，备注儿子3天前晚上11点23分发来的。啊，别提了，这个月酒楼生意淡，我们这些客户用餐体验规划师其实就是高级点的服务员，被扣了绩效，到手才4800。奔驰，我说梦话呢，能攒钱换个电驴就不错了，你别老跟人吹啊，求你了。你伪造，你偷看我手机。张叔，您手机密码是多少？我离您至少3排座，怎么偷看？再说伪造聊天记录，我有那技术，还用得着挤这大巴车？这话噎得张大成一口气差点没上来，只能呼哧喘着粗气，眼睛瞪得像铜铃。还有一段电话录音，时间显示是昨天下午，是您儿子打给您的。爸，我拜托你了，别再跟人说我月入几万买奔驰了，行不行？我们经理都知道了，还调侃我是不是家里有矿，我这脸都没处搁。张叔，您儿子在广萨挺难的，您这当爸的心疼儿子，帮他长长脸，我能理解。可这脸是不是长得有点太大了，都把儿子家火上烤了？车厢里响起滴滴的议论声，看向张大成的目光充满了玩味和鄙夷。你接下来是这位李叔的公子，东莞市水果科技工业园的安全维护队长，也是微信聊天。什么队长？爸，我就是个普通保安，今天还被班长骂了，说巡逻打卡不积极，1个月到手4200，房租就去了1500。水果科技工业园，是啊，但我是外包公司的，跟人家水果科技正式工没法比。您可千万别再跟人说我是队长了，丢人。普通保安，外包公司。众人看向李有福的眼神同样充满了奚落。爽，真解气，让你们踩老子，让你们吹。叶秋心里畅快，但动作没停。他知道文字证据虽然有力，但还不够直观，不够打脸。可说无凭，聊天记录嘛，有些人可能还是不信。正好我这里还有几张2位公子工作风采的照片，一起请大家鉴赏鉴赏。这句话如同最后一记重锤，砸得张大成和李有福猛地抬头，眼中满是惊骇。他们儿子还发过工作照片，他们怎么不知道？叶秋将手机屏幕转向车厢过道方向，让更多人能看到。他先点开一张图，这就是服务员吧？谁都明白了，什么客户用餐体验规划师，说白了就是高级服务员。下一张，这就是保安吧？2张照片如同2盆冰水从张大成和李有福头顶浇下，让他们彻底僵住，连最后一丝狡辩或愤怒的力气都消失了，只剩下无地自容的羞臊和被人扒光底裤的恐慌。所有乘客的目光在3人之间来回逡巡，先前对叶秋的怜悯早已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惊讶、好奇，甚至隐隐的一丝佩服。这年轻人够狠。火候已经到了。检测到宿主成功揭穿并当众打脸目标张大成、李有福，任务完成度评估优秀，奖励发放中，现金人民币20万元，请查收。手机到账20万元。20万，不是2000，不是2万，是20万，整整20万。对于这满车几乎都是外出务工者来说，这绝对是一笔巨款。而现在，这个刚才还被他们或怜悯轻视的胡子拉碴、一脸落魄的年轻人，口袋里那部破手机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响起了20万到账的提示。张大成和李有福也懵了，他们下意识扭头看向叶秋，嘴巴微张，眼神里满是难以置信。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他哪来的20万？难道他刚才说的那些真的是有门路查到的？叶秋自己也愣了一下，没想到系统发放的这么高调。真到账了，20万，哈哈哈！让你们瞧不起老子，让你们吹，现在傻眼了吧？这系统能打脸，还能装逼，真爽翻了！去市中心最大的商圈，叶秋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手里这个老大难。手上的旧手机是6年前的型号，如今卡的打开支付宝都要等他喘半天气，屏幕裂痕像蜘蛛网，时刻提醒着他过去的窘迫。新年元旦气氛浓郁，街道张灯结彩。叶秋背着磨损严重的行囊，一身灰败，走进了商圈里最显眼的那家手机专卖店。叶秋这身打扮一进门，就像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池水。门口附近几个精致的店员目光几乎同时扫了过来，那眼神叶秋太熟悉了。这里的手机最便宜也6000起，我这模样怕是连展示机都怕被我摸脏了吧？他的目标明确，顶配。既然要换，就换个痛快，把过去那种抠抠搜搜、瞻前顾后的憋屈劲儿一次性冲刷掉。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咱们山城一中当年风云人物，号称校草的叶秋，叶大帅哥吗？这个人是李烨，叶秋的高中同学，家里做点小生意，读书时成绩平平，却最擅长搞关系，踩低捧高。女人则是林婉，他的初恋，曾经青涩温婉的脸庞，如今被都市生活的痕迹和妆容修饰得更加精致，多了几分距离感。还真是你啊，叶秋，好些年没见了，你这变化挺大啊，在哪儿高就呢？怎么回山城发展了？叶秋看着眼前这对璧人，没理会李烨，目光转向展台上的手机。这顶配的有现货吗？啊，先生，顶配有现货，不过颜色可能需要查一下库存，黑色和银色。
就要黑色。李烨啊，好久不见，我没高就，大叠零工，比不上你，一看就混得风生水起。打零工来看手机，叶秋不是我说，这最新款顶配得1万好几呢，打零工得打多久啊？要是手头紧，看看别的牌子也一样用。咱们老同学不说虚的，别为了面子硬撑。开票吧，我直接付。好的，先生，请您稍等，我给您查一下具体价格和库存。可以啊，叶秋，看来打零工收入不错，还是中彩票了。叶秋没接李烨的话，目光仍落在展台那台黑色手机上。这沉默让李烨觉得被无视了，他那种在小地方混出点人样后惯有的不容挑衅的优越感蹭的冒了上来。哟，怎么不说话了？叶秋，老同学一场，我劝你句实在的，这地方这机子不是硬撑面子就能来的。18000块顶配，你打零工，端盘子还是送外卖？攒多久？半年、1年？为了在熟人面前装一次，把血汗钱全砸进去，回头啃馒头吃咸菜，何必呢？真没必要。叶秋，李烨说话直，但也是为你好。我们都这个年纪了，快30的人了，做事该踏实些，多为以后想想，也为你爸妈想想。还好当初没跟你，人总不能活在过去的影子里，为了点虚头巴脑的面子，把日子过得更难，你说是不是？周围的顾客和店员注意力被吸引，目光在叶秋3人身上扫视。说完了就管好你们自己得了。你们是狗吗？这么爱管闲事？之前去查库存的店员小跑着回来，手里拿着一个崭新的未拆封盒子。先生，黑色的有现货，这是全新未激活的，价格是17999元。您是刷卡还是？骚吗？李烨和林婉连同附近几个顾客，目光全都聚焦在叶秋手上那部破手机上。李烨嘴角控制不住的要扬起嘲讽的笑容。支付成功。先生，需要我帮您现场激活或者检查一下配件吗？这边还有我们的专属服务。不用了。等等，叶秋可以呀，深藏不露，打零工能一下子掏18000买手机，骗鬼呢？是我看到了，钱付了，可这钱怎么来的？你自己清楚。李烨越说越觉得自己抓住了真相，语气重新变得尖刻起来。怕是省吃俭用，攒了1整年，就为了今天在这装这一次吧？有必要吗？死要面子活受罪，你都28了，不是18，有点钱不想着给家里改善，不想着为以后打算，全砸在这上面，你爸妈知道该多寒心。林婉也从最初的震惊中缓过神，看了看叶秋那身依旧破旧的穿着。叶秋，李烨话糙理不糙，你这何必呢？就算有点积蓄，也该用在正道上。买个手机能证明什么？证明你过得好了。我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谁还不了解谁？你这样真的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看着李烨的脸因为激动和难堪而有些扭曲，一副我为你好你却执迷不悟的惋惜表情的林婉，叶秋忽然觉得有点可笑，也有点无聊。1年前或许这些话还能刺痛他，但现在我的手机里还有10几万，肩上卸掉了好几万的债。更重要的是，我有了揭穿吹牛就变强的系统。眼前的李烨和林婉和昨晚大巴车上那2个吹牛的中年人本质上没什么区别，甚至更可笑。我的钱爱怎么花怎么花，管好你们自己。李烨被他彻底无视的态度气得够呛，还想追上去。你站住！算了，跟这种人计较什么？打肿脸充胖子，我看他以后日子怎么过。穷横什么？我看他能嘚瑟几天。装逼放。第一步换装备完成，下一步给自己捯饬捯饬。1个小时后，叶秋已经焕然一新，果然人靠衣装。叶秋看着镜中的自己，恍惚了一瞬。昨天这个时候，他还蜷缩在颠簸的大巴角落，现在他却站在明亮的商场里，穿着体面的新衣，账户里藏着10几万的余额。这一切都源于那个神奇的系统。恶意感知模块加载完毕。恶意感知，本模块可被动感知宿主周围半径50米内，针对宿主的强烈恶意、极度贬低意图，并进行来源定位与意图分析，辅助宿主更高效地识别潜在打脸目标。还有这种功能，20万解决债务，改善形象，够了。但要想真正翻身，还远远不够。昨晚那20万来得痛快，但那是有特定情境和目标的。以后呢？系统任务怎么触发？常规任务触发方式：1是宿主主动搜寻并识别周围环境中的吹牛行为；2是被动感知到针对宿主的基于虚假炫耀或贬低的恶意言论；3则是随机触发特殊场景任务，宿主当前等级、初级，解锁更多功能及更高奖励，需累积足够打脸成就点，请积极完成任务。主动搜寻，这倒是个思路。他想起刚才在手机店，李烨和林婉那些话，虽然难听，但似乎够不上系统判定的明确吹牛。或许系统的判定标准更侧重于虚构不实信息进行炫耀。这时，恶意感知能力传来一丝微弱但清晰的触动，来自酒店楼下。虽然听不见，但那恶意感知传来的丝丝缕缕的带着酸意和贬低意图的情绪，源头正是李烨。不就买了部破手机吗？嘚瑟什么？看他那身新衣服，肯定也是刚买的。打肿脸充胖子，绝对是把所有钱都败光了。婉儿，你信我，他这种人我见多了，穷酸惯了，有点钱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不出1个星期，肯定现原形。行了，你也别气了，为这种人不值得。他现在越是这样，
越说明心里虚。我们也算是仁至义尽，劝也劝了，以后各走各路吧。叶秋站在窗边，看着楼下停车场旁仍在指指点点的李烨和林婉，心境平淡了很多。打他们的脸，现在冲下去，揪着李烨的衣领反驳，或者对着林婉冷笑嘲讽，除了发泄一时义气，能得到什么？系统的规则很清楚，李烨现在只是在背后酸言酸语，恶意揣测，为了几句口舌之争浪费精力，没必要。我的时间，我的情绪，应该用在更值得的地方，用在能带来实际改变的事情上。叶秋的老家在偏远乡镇，爸妈都是农民，好不容易东拼西凑供他读完了大专，自己却一直没啥出息。但是现在有了系统，就不一样了。喂，秋啊，妈，是我回山城了，在市区这边还有点事情处理，过几天就回家。回来了，好，事情顺不顺利？钱够用不？不够妈让你爸明天去镇上取点。不用妈，我今年挣到点钱，待会儿我给你转过去。挣到钱了？真的？多少？你别太辛苦，够用就行，家里啥都不缺。10万。多少？10万。秋啊，你可别吓妈，你没做啥不好的事吧？妈，你想哪去了？正经正的，你放心，钱我马上转你手机，收到后你先去把小舅舅那5万块钱还了，连本带利。那个平日里话不多，家里也不宽裕的小舅舅，当时默默的拿出了5万块救命钱，这笔债像一块石头压在全家心上。还还小舅的钱？儿啊，你真的挣了这么多？那利息？给1万，小舅那是救命钱，拖了这么久，给1万利息是应该的。妈，你听我的。1万，这会不会太多？不多，剩下的4万你和爸留着，该添置什么添置什么，过年买点好的，别舍不得。我真挣到钱了，以后还会更多。你们苦了半辈子，该享享福了。好，我儿有出息了，妈听你的，都听你的，你小舅肯定高兴，你爸知道了，不知道的多乐呵。这10万块钱转出去，比刚才花1万8买手机，比听到20万到账提示，都让他觉得踏实痛快，这才是钱该用的地方。对了，儿啊，你现在咋样了？有谈着的没？你也28了，该考虑考虑了。村里跟你差不多大的娃都上幼儿园了。妈，这个不急，慢慢来。我现在先想着多挣点钱，让你们过好日子，缘分到了自然就有了。你这孩子，钱是挣不完的，遇到合适的就处处，妈不挑，人好踏实就行。叶秋耐心听着，直到母亲挂断电话，他立刻将10万元转到了母亲的账户，肩上的担子仿佛又轻了一分。处理完家事，叶秋放松下来，才感到胃里空空如也。中午就没怎么吃东西，一番情绪起伏和购物后，饥饿感汹涌而来。叶秋冲了个热水澡，换上刚买的新衣服，灰色羊绒衫，深色羊毛大衣。他看着镜子里清爽利落、焕然一新的自己，笑了笑，这才像点样子。电梯里站着李烨和林婉，两人刚从外面回来。李烨脸上泛着红光，眼神有些飘。林婉依偎着他，脸颊带红晕，大衣扣子解开，里面裙子领口有些凌乱，口红淡了，眉梢眼角带着春情和满足后的疲惫。看两人这副模样，刚才经历过什么，不言而喻。哟呵，叶秋还真是巧啊，穿的人模狗样的，这是把1年挣的钱都穿身上了吧？还有钱住这么高档的酒店，关你屁事！管好你的嘴，小心我撕烂。你什么态度？我说错了吗？你什么底细我不清楚，在这里装什么大尾巴狼？你什么你妈没教过你陌生人之间要保持基本的礼貌，还是说你妈就没教过你什么叫素质？叶秋，你怎么说话呢？没想到你现在竟然变成这种人了，满嘴脏话，一点教养都没有。当初我真是看错你了，我知道你看到我和李烨在一起，心里不舒服，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对我念念不忘。但是叶秋，你得认清现实，我们之间早就过去了，你和我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不希望你再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更不希望你再像今天这样跟踪我和李烨。你这样真的很难看，也让我很困扰。在林婉心里，叶秋所有的硬撑、消费，甚至巧合的出现在同一家酒店，都成了对他余情未了，试图引起他注意的可怜证据。这得是多么强大的自我中心和幻觉，才能脑补出这么一出戏？蠢货！林婉的脸刷一下涨红，她手指发抖，指着叶秋背影。你骂谁？我骂你蠢货呢，你听不懂吗？叶秋，你找死是不是？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目标李烨意图通过贬低宿主经济状况，质疑宿主消费能力，抬高自身，满足虚荣心及报复白天被打断炫耀之心理。目标林婉意图通过虚构宿主对其念念不忘、跟踪等情节，塑造自身吸引力形象，贬低宿主人格，巩固其当前选择优越感。综合判定，目标2人组合形成吹牛加恶意贬低复合型任务场景。任务生成中。李烨胸口起伏，眼睛死死瞪着叶秋挺拔却透着疏离的后背。林婉站在他身侧，手指紧紧攥着羊绒大衣的边缘。不可能，他一定是装的，是恼羞成怒，是最后的狼狈挣扎。李烨同样被这彻底的无视和辱骂激得血往头里冲。白天在手机店被打脸的憋屈还没散尽，此刻又在电梯里，在自己女人面前
被这个他认定的穷酸废物如此羞辱，他需要立刻、马上把丢掉的场子找回来。叶秋，你少在这儿给我装！你以为穿身新皮就能冲人物了？看看这是哪儿？盛华酒店，山城排得上号的，你住得起吗？啊，知道我跟我家婉儿住的什么房吗？说出来怕吓着你。叶秋依然没反应，李烨气得抓狂，他感觉自己的重拳又一次砸在了钢板上。叶秋，李烨说话是直了点，但也是事实，人还是要认清自己，有些地方不是硬挤就能挤进来的。我们住的房间一晚上就要……他故意没说具体数字，摇了摇头，叹口气。算了，跟你说这些也没用。你大概觉得能在这里住一晚最便宜的房间就是天了，可人和人之间差距就是这么大。我真的希望你能脚踏实地，别再……李烨被彻底的无视点燃，一把拉住林婉，大步追出电梯，冲着叶秋背影吼道：“跑什么？心虚了，不敢听了。”吼声在大堂里显得有些突兀。不远处前台的2个服务员，还有沙发上等待的零星客人，都闻声看了过来。叶秋脚步停住了，他缓缓转过身，脸上没什么表情。哦，我跑，我心虚，我只是觉得听2只苍蝇在耳边嗡嗡有点烦。现在苍蝇追出来了，还非要把自己那点见不得光的底细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们住的房很厉害。现在知道了，晚了。不过告诉你也无妨，让你开开眼，知道什么叫档次。我和婉儿住的是盛华酒店的总统套房，一晚上2888，不打折。他报出这个数字时，下巴扬得高高的，眼神睥睨，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周围隐约响起低低的吸气声。前台那边2个年轻女服务员也交换了一下眼神。李烨很满意这种效果，林婉脸上也恢复了矜持的优越感，轻轻挽住李烨的胳膊。叶秋，现在你明白了吗？有些差距不是靠嘴硬或者靠一时冲动消费就能弥补的。总统套房代表的不仅仅是一晚的住宿，更是一种生活品质，一种圈层。你或许觉得我们是在炫耀，但说实话，这只是我们的日常。而你大概需要攒很久的钱，才能鼓起勇气踏进这里，住一晚最基础的房间吧？何必呢？活在幻想里很累的。2人一唱一和，周围隐约投来羡慕或好奇的目光。蠢货，他等的就是这一刻，等他们把牛吹到最高，吹到最响，然后再一把将他们从这虚幻的高台上狠狠拽下来，摔个粉身碎骨。总统套房2888，不打折。李烨，你确定你住的是总统套房？确定付的是2888？当然，这还能有假？发票我都有。哦，发票正好，我这儿也有点东西，可能跟你的发票不太一样。还有你另外总统套房的日常圈层生活品质，用企业周年庆折扣券抢了个688一晚的豪华大床房，这日常可真够精打细算的。这圈层门槛是不是有点低？他怎么会知道折扣券？他怎么知道是688？他真的知道，他什么都知道。需要我把酒店后台的预订截图调出来给大家看看吗？上面清楚写着客户李烨房型豪华大床房，优惠价688，使用某团企业专享折扣券。需要我把你们只在普通楼层出入，连总统套房楼层电梯都没碰过的监控片段找出来放一放吗？李烨林婉吹牛不打草稿，装逼不看黄历，拿600多的房吹2800的牛，还吹出圈层感了。你们这张脸皮是真厚，也是真不值钱。李烨不敢赌叶秋是不是在诈他，因为细节太真了。折扣券688，那是他偷偷摸摸对比了半小时才找到的最优方案。叶秋看着眼前2具被抽空气神的雕像，心里那口浊气终于畅快淋漓的吐尽。比大巴车上那次更爽，这次我用更直接、更彻底的方式，将他们那层光鲜的皮搭得一干二净。哈哈哈！哎呦我去，真是开了眼了。中年男人的嗓门不小，带着古市井直白劲儿，瞬间引燃氛围。听见没？总统套房2800，结果是个680的折扣房，还他妈是抢券抢的，这逼装的，我给满分。细节到位，连某团企业专享折扣券都安排上了，就是演技不太行，让人当场扒了皮。刚才那男的吹得跟真的一样，下巴都快扬到天上去了。我还寻思是哪家的少爷呢，这打脸来得太快，我瓜子都没来得及掏。你看看，怎么有这么爱吹牛逼的人？穿的倒是人模狗样，心咋这么虚呢？住个酒店都要吹出花来。妈，你是没看见刚才那女的说这只是我们的日常，那个表情，我的天，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还以为多高档呢，结果就这。装逼装过头了，被揭穿打脸了，活该。看他们2个人模狗样，我以为他们说的是真的。那女的还扯什么圈层、生活品质，笑死人了。就是刚才差点就信了他们的邪了，还觉得人家那个穿黑大衣的小伙子是被打击的说不出话呢。结果人家是在看猴戏，猴子演得还挺投入，哈哈哈哈。每一句议论都像烧红的小刀在林婉脸上凌迟，他能感觉到四面八方投来的视线，好奇、鄙夷、嘲弄、幸灾乐祸，目光如同10支针芒，刺得他裸露的皮肤火辣辣的疼。我从来没有这么丢人过，从来没有。李烨僵在原地，脸色灰败。开发票呢？啧啧，脸皮可真厚。
哎，你们说他会不会真去开张假发票啊？那谁知道？不过后台截图和监控都让人家抖出来了，发票真的假的还有啥意义？也是，哈哈，我现在就想看看他接下来怎么圆。叶秋怎么会知道的那么清楚？连这扣欠都知道，他是不是认识酒店的人？还是他一直在暗中调查我？这个念头让他不寒而栗，随即被更大羞怒淹没。我李烨在山城混了这么多年，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当众羞辱？还是被叶秋这个穷酸废物羞辱？我就说嘛，看那男的一开始咋咋呼呼的样子，就不像珍珠总统套的客人。真正的有钱人哪有那么浮夸？就是，还发票我都有，底气虚的呀。人家那位先生一看就沉稳，话不多，一出手就是实锤。哎，真是人不可貌相。不过那位先生好帅啊，打脸的样子帅爆了。这些只言片语以约飘来，让李烨如芒在背。他感觉自己像被扒光衣服，扔在人群中。检测到宿主成功揭穿目标李烨，凌晚吹牛行为完成度完美，影响力巨大，奖励核算中，奖励发放50万元，即刻汇入宿主账户。手机到账50万元。所有原本聚焦在李烨凌晚身上的视线，全部转向叶秋背影。50万，他怎么可能有50万？还是及时到账？他刚刚还认为叶秋是在硬撑，是在用最后的积蓄强装门面。可这50万的到账提示，像一记无形的，却比之前所有话语都重1000万倍的耳光。50万，李烨做不到，叶秋竟然。对他和李烨来说，50万绝不是一个小数目。而叶秋，这个他刚才还在居高临下怜悯的男人，这个他认定落魄硬撑的前任，竟然随手就收到了50万。我逃！我找见年轻人，我找50万，直接到账50万，我第一个乖乖。妈呀，真有钱啊！我的天，我刚才还在可怜人家，人家手指头缝里漏点都够我挣好几年的。真大佬，这才是真大佬。低调狠辣有钱，这打脸打得也太他妈帅了！爽文照进现实啊！50万在山城能全款买个小户型了吧？说转账就转账，何止啊！你看人家那气度，根本就没把这50万当回事。听到到账连头都没回一下。刚才那俩傻子还吹什么总统套房2800，笑死人了！人家大佬听着估计跟听笑话一样。就是还圈层，人家这才叫圈层，用钱都不带想的，不对，是想的惊天动地。 50万，叶秋凭什么？他一定走了狗屎运，一定是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勾当。不对，肯定是假的，是语音包，不是真到账。如果当初没有如果了，是我亲手选择的路，不对，我还有机会。他今天肯定是为了我才来到这个酒店的。他转身望向李烨，眼中闪过一丝厌恶。爽，真的爽翻了！这种先用事实抽肿对手的脸，再用实力金钱降维打击，看着对手从趾高气扬到面如死灰，简直比3伏天灌下一桶冰镇啤酒还要痛快1000万倍。这系统不仅能打脸，还能把逼装得如此浑然天成，如此炸裂。看看，这才是真正的人物。那两位。刚才不还挺能吹吗？还日常，还圈层，在人家真大佬面前屁都不是，小丑罢了。为了点可怜的面子，吹牛吹到火星上，结果被人连底裤都扒了，连带脸都被按在地上摩擦。关键是还非要去招惹人家，厮子自诩其主。估计现在肠子都悔青了吧？可惜晚了。哈哈哈，今晚这出戏够我回味好几天，值回票价。李烨终于承受不住，拖着林婉朝电梯间仓皇逃去。哈哈，跑了，灰溜溜的，像两条丧家之犬。早干嘛去了？吹牛的时候不是挺威风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叶秋这个杂种，他怎么会？他怎么可能有50万？假的，肯定是假的。你听到没有？那声音，那什么狗屁到账提示，假的，100%是假的。现在网上那种语音包多了去了，随便下个，想设置多少钱到账提示都行。他就是算准了我们要吹牛，故意下套，先拿什么后台截图、监控吓唬我们，让我们乱阵脚，然后趁我们没反应过来，再弄个假到账提示装逼，玩的就是心理战。他试图用这套逻辑说服自己，也说服林婉。对，一定是这样。他叶秋什么底细？咱高中同学谁不知道？家里穷的叮当响，自己混了这么多年，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今年听说都快活不下去了，他凭什么有50万啊？凭他长得帅，凭他会装深沉，还手机到账50万，真能编。他怎么不输500万、5000万？更能吓死你，婉儿，您想想。是不是这个理？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装逼放，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想在我们面前，在那么多人面前找补回来。可惜啊，假的就是假的，只要我们冷静下来一想，全都是漏洞。假的语音包，是啊，叶秋，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他温吞，甚至有点懦弱，家境普通，能力也不算突出，他怎么可能突然之间就变得那么冷静、锋利，还随手就能有50万到账？这太不符合常理了。李烨的语音包装逼解释虽然牵强，但给了他逃避的借口。你说的对，叶秋他确实没那个本事，50万对他来说是天方夜谭。他今天所有的表现都太刻意了，从在手机店到刚才在大堂，一环扣一环，就像早就准备好的剧本。他一定是打听到我们会来这家酒店，提前做了准备。那些所谓的证据，说不定也是伪造的，或者用了什么黑客手段。至于那50万到账，除了语音包，我想不出别的可能。
他也就是骗骗那些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挽回点可怜的自尊罢了。为了在我面前演这么一出戏，他也真是煞费苦心。可惜演技还是差了点，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没错，婉儿，你太聪明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把戏。这孙子肯定是心里还惦记着你，看到你现在跟我在一起，过得这么好，他心里不平衡了，扭曲了，所以才会处心积虑搞这么一出，想让你后悔，想让我难堪。哼，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玩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手段，只会让人更看不起。他越说越顺畅，仿佛刚才羞愤欲死的人不是自己。等着瞧吧，这种靠装逼和骗术撑场面的人维持不了多久，过几天等这阵风头过去，你看他还能不能装得下去？到时候没了这身刚买来充门面的行头，没了提前准备好的证据和语音包，他立马就得现原形，说不定比之前更落魄更难看。真的只是这样吗？叶秋刚才的眼神，那种深潭般的平静和偶尔掠过的冰冷锐利，还有那份掌控全场的气度，真的只是靠准备和演技就能装出来的吗？深想下去，那个如果当初和他在一起的念头又会冒出来，会让我更加难看，更加无法面对自己现在的选择。我需要相信李烨这套说辞，需要相信叶秋只是个可笑的小丑，需要相信自己选择的李烨依然比叶秋强。过几天自然就知道了。打肿脸充的胖子迟早会瘪下去，到时候看他还能不能像今天这么威风。李烨见林婉完全认同自己，心下大定，他走到林婉身边，伸手想揽住她肩膀。婉儿，别为这种人生气，不值当，咱们过咱们的日子，他爱怎么演怎么演去。林婉顺势靠近李烨怀里，闭上了眼睛。叶秋一个跳梁小丑罢了，就算今天侥幸用下组手段赢了一局，又能怎样？真正的实力，真正的圈层，是靠装能装出来的。笑话，今夜的是过去，我李烨还是李烨，而叶秋只会被打回原形，甚至更惨。他心头那点因50万到账而产生的最后惊疑不安，也彻底压下。肯定是语音包，必须是啊。打脸成就点增加。叶秋看着手机余额里那串崭新数字，只觉得山城熟悉的夜景从未如此顺眼，这感觉真不赖。他沿繁华商业街走了半晌，橱窗里灯火通明，各式餐厅招牌诱人。要在以前，我路过这种地方，眼神都不敢多停，生怕流露出渴望显得寒酸。如今账户里躺着几十万，进去吃一顿毫无压力。那些精致的摆盘，优雅的环境，彬彬有礼的服务生，好是好，却隔着一层，不够烫，不够辣，不够接地气。果然，有些习惯，有些胃口，不是有钱了就能立刻改变的。1年来，泡面、路边摊、工厂食堂的潦草饭菜，早就把我的味蕾和肠胃打磨得粗糙而实在。我需要的是能立刻填饱肚子，能刺激味蕾，能让人吃得满头大汗，浑身舒坦的东西。那些高大上的餐厅给不了我这种感觉，至少今晚给不了。他不再犹豫，转身离开霓虹闪烁的主干道，拐进旁边略显昏暗的岔路，穿过2个路口，一条不算宽的老街，两侧密密麻麻支着各式摊子。这才是山城夜晚该有的味道。最终，他停在一个相对干净些的烧烤摊前。老板，来20串羊肉，10串五花，茄子、韭菜、金针菇各来2份，辣椒多放。叶秋，陈木婉，高中毕业快10年了，同学散落天涯，他没想到会在这里以这种方式遇见他。是我刚回山城吗？对，今天刚到。坐吗？吃点，我刚点了不少。陈木婉是高中时班里的隐形人，永远坐在教室靠窗第2排，低着头，长发遮面，像一株安静生长在角落的怯生生的含羞草。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会在这里遇见，而且似乎哪里不太一样了。我吃过了，但是他却没离开，反而在叶秋对面的塑料凳上坐了下来。你变化挺大，是吗？在外面混了几年，总得有点长进。你倒是好像没怎么变。眼前这个陈木婉，安静坐在喧嚣夜市里，周遭是粗犷的人声和烟火气，他却有种奇特的格格不入又安然自处的沉静。其实变了，以前不敢这样跟你说话。您的串儿齐了，辣椒按您说的多放了，不够再加。谢谢，真不吃点尝尝，这家味道闻着不错。陈木婉接了叶秋递过来的筷子，却没动，只是捏在手里。我看你吃。叶秋也没客气，一串接着一串的吃，奔波了一天，他是真饿了。你这几年过得怎么样？叶秋问完又觉得有点唐突，以他们高中时几乎为零的交集，这问题显得过于熟人。还好，在山城念完大学就留在这里工作了。做什么？在一家小设计公司做平面设计，挺普通的。你呢？我折腾，到处打工，没挣着钱，倒欠一屁股债。今年算是有点转机吧。陈木婉静静听着，没有追问，也没有流露出同情或好奇，只是轻轻嗯了一声。刚才我看到你了，我从旁边书店出来，正好看到你从酒店出来。叶秋笑了笑，没解释，只是拿起一串烤韭菜递到他面前的空盘子里。尝尝这个，烤得不错。是挺香。串肉下肚，垫了底。叶秋吃东西速度慢下来，他拿起啤酒罐和陈木婉手边没动过的矿泉水碰了碰。以水代酒，谢你陪我吃这顿。刚才在酒店门口好像看到林婉了，她和李烨在一起。
他在试探我对林婉的态度，试探我是否还在意。高中时，陈木婉是隐形人，林婉却是班里最受男生瞩目的女生之一。陈木婉居然还记得，而且似乎很在意。是看到了，他们俩挺配的。陈木婉抬起眼，飞快地看了他一眼，见他神色坦然，没有强颜欢笑，没有刻意回避，是真的不在乎了。你们后来没联系了？早就断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正常。我以前那样子，自己都养不活，哪能耽误人家追求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是指李烨那样的吗？陈木婉回忆起刚才在酒店外远远瞥见的那一幕，李烨趾高气扬，林婉依偎一旁，光鲜亮丽，而叶秋独自走出，背影挺拔，却透着孤清的冷冽。你现在挺好的，至少看起来比那时候更像个男人了。陈木婉说完，自己先愣了一下，随即耳朵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起一层薄红。谢谢夸奖，虽然不知道那时候的我在你眼里有多不像男人。陈木婉没吭声，只是耳朵更红了。饱了，这家味道确实不错，下次还来。我该回去了。住哪儿？我送你。不远，就在后面那个老小区租的房子。你一个人住？习惯了。设计工作忙吗？还好，有时候赶项目会加班，比在外面打工稳定些。稳定就好，我这几年最缺的就是稳定。以后会稳定的。这女孩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好像能说到点上，而且她似乎对自己有种莫名的信心。见你急眼。到了，就这栋3楼。好，那你上去吧，我看着你进楼道。叶秋，今天谢谢你的烤串，也谢谢你送我回来。小事，老同学吗？那我上去了。早点休息。这个陈木婉有点意思，今天发生了太多事。叶秋点开手机，看着余额里那串数字，50多万，实实在在的50多万，70万的奖励，扣掉还的钱，给家里的10万，买手机、衣服等花销，还剩这么多。他闭上眼，系统界面自动在脑海浮现。商城抽奖，这系统看来还有更多玩法。不过眼下成就点还差25点，需要再完成一次打脸任务。那2人恐怕不会善罢甘休，尤其是李烨，虚荣心强又好面子，今天被当众扒皮打脸，丢人丢到姥姥家。以他的性子，估计正憋着劲想找回场子。还有林婉，他那个眼神，那个反应，无所谓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系统在，我现在不怕事，甚至有点期待事，看看还有哪些不长眼的，能把脸凑上来给我打，既能赚成就点，又能赚钱，还能爽，这样的好事去哪找？枕头边的手机震动起来，叶秋猛地睁开眼，他摸过手机。妈，这么早打电话，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了？没出事。秋啊，吵醒你了吧？妈刚去镇上了，找你小舅，你赚的那10万块钱，妈收到后就取出来，连本带利6万，给你小舅送去了。然后呢？小舅收了？收是收了，可他把多出来那1万利息，死活又塞回我手里了，说啥都不要。这倒在我意料之外，但细想却又在小舅的性格之中。小舅王建国，人如其名，沉默朴实，像山里的石头。当年母亲病重，亲戚们都躲着走，只有他闷不吭声拿出5万块救命钱，那是他攒了不知道多久，准备翻修老屋的钱。事后也从来没催过，逢年过节见面也只字不提，反而常问我外面过得怎么样，钱够不够花。是个把情分看得比钱重，甚至有点过分实诚的人。妈，你怎么说的？没跟小舅说这是我特意交代的？说了呀，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这就是我小舅，你可以欠他的，但他绝不能多占你1分，哪怕是你心甘情愿给的。对付小舅这种讲情分、重面子又极其固执的人，常规的感谢和劝说根本没用，你得掐住他的软肋。我的软肋是家人，小舅的软肋也是家人，尤其是他这个从小看着长大，一直挺惦记的外甥。妈，你这样，你现在再去找小舅，你就当面跟他说，这6万块钱，5万是本金，1万是利息，是我们全家，尤其是我叶秋的心意，他必须收下。他要是不收，你就告诉他，他要是不收下这1万利息，从今往后过年过节，我叶秋就不去看他了，也不认他这个舅了。秋娃子，你这说的啥话？这哪成啊？可不能这么说，你小舅对你多好。妈，你听我说完，你就原话告诉他，别的不用说，就这句。他不是最疼我吗？不是总念叨让我在外头好好的，有空多回去看看他吗？你就用这个威胁他，他要真把我当外甥，真在意我去不去看他，这钱他就得收下。我太了解小舅了，直接给钱他不要，说利息他更觉得生分。但如果你把这钱跟外甥的情分，以后还认不认这个就挂上钩，对小舅来说，那比天大的人情活面子都重。他宁愿收下这不该拿的钱，也绝不愿意断了这份亲情，更不愿意让外甥不认他。这法子有点损，但绝对管用。而且小舅心里其实也明白，这1万块钱，与其说是利息，不如说是外甥混出点样子后，对他当年雪中送炭的最直接、最笨拙的报答。他只是过不了自己心里那道无功不受禄的坎。现在我给他搭个台阶，一个用亲情和威胁伪装的台阶。这能行吗？你小舅听了会不会生气啊？
不会吗？你信我？小舅只会觉得我这外甥霸道不懂事，但心里肯定是暖的。这钱他最后一定会收下，而且收了，他心里也能踏实点，觉得我这外甥没白疼，是真的记着他的好，想回报他。那我试试，我就照你说的，给他打电话。现在就去吧。到了给我打电话，我听着。十几分钟后，叶秋再次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刚一接通，小舅王建国那带着浓重乡音、粗嘎洪亮的声音传来：“姐，你咋又来了？钱我真不能要，你再说啥都没用。”建国，不是姐要说你，是秋娃子让我来的，把我好一顿说我这点事儿都办不好。啊，秋娃子说你了？他说啥了？他说这6万块钱，5万本金，1万利息，是他孝敬你这个舅的，是必须给你的，你必须收下。要是不收，母亲演技可以。秋娃子说了，你要是不收这1万利息，从今往后过年过节他就不来看你了，也不认你这个舅了。啥？胡闹！这小兔崽子，他敢？你看他敢不敢？秋娃子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认准的事儿，10头牛都拉不回来。他这回是真在外面挣着钱了，心里念着你这个舅的好，才非要给这1万。你不收，不就是打他的脸，不领他的情吗？我不是不领情，我是觉得这钱不该拿，当年那钱是救急的，不是放贷，哪有舅舅收外甥利息的道理？传出去，我王建国成啥人了？谁让你往外传了？这是咱们自家人的事。秋娃子说了，这是他的心意，跟利息没关系，就是给你这个舅的。你要是不收，就是不把他当自家人，不让他这个外甥尽孝心。我能想象出小舅此刻涨红了脸，又是气又是急，又拿着混账外甥没办法的样子。这混小子翅膀硬了，学会威胁他舅了。行吧，这钱我收下，替我谢谢秋娃子，告诉他就没白疼他，让他在外头好好的，别太拼，注意身体，有空常回来看看。这就对了嘛，自家孩子的心意收着就是了。秋娃子听了肯定高兴，他肯定记着你的话，有空就回来看你。叶秋听着电话那头小舅终于松口，母亲也松了口气的声音，嘴角不自觉的扬起，心里那块关于还钱的石头彻底落了地，钱还了，情分也更浓了，这感觉比单纯收到系统奖励的几10万更让他觉得踏实舒坦。新的一天开始了，正准备出门去楼下餐厅吃早餐，床头柜上手机屏幕亮了一下，弹出一条微信消息，是陈木婉发来的。早，醒了吗？这么早，而且这么主动，昨晚留了联系方式，我以为至少得过几天，或者干脆就没下文了，没想到第2天一早就发来了消息。刚醒，你也起这么早？习惯了。要赶个设计稿，吃早饭了吗？还没，正准备下去吃。你呢？吃过了，自己煮了点粥。陈木婉的主动和热情让我有点意外，我一时摸不准这份主动背后是单纯的老同学寒暄，还是别的什么。高中时零交集的2个人，10年后重逢，第2天一早女方就主动发消息，这节奏是不是有点快？我不是情场小白，隐约能感觉到陈木婉态度里的那点特殊，但我现在刚经历凌晚那一出，又一夜暴富，心态正处于剧烈的调整期，对于男女之情暂时没什么心思，也懒得去揣测太多，自己做饭挺好。我下去觅食了，你忙。好，注意按时吃饭。钱有了，债还了，家里安顿了，接下来呢？系统需要成就点解锁新功能，这得靠打脸来赚。但打脸这种事可遇不可求，总不能天天盼着别人来自己面前吹牛。而且现在有了点底子，也不能坐吃山空，总得找点事做，或者提升一下生活质量。他想起昨天李烨吹嘘时那副嘴脸，又想起自己当年大专毕业时跟室友吹过的牛。毕业3年买奔驰，5年买别墅，当时年轻气盛，觉得未来一片光明，赚钱如喝水。结果一出校门就被现实按在地上摩擦，别说奔驰，2手车都买不起。后来跑业务，倒是开过公司的破车，风吹日晒，空调时灵时不灵。再后来落魄了，连共享单车都舍不得经常骑。现在账户里躺着50多万，买辆车首付足够了，甚至一些2线豪华品牌的中配全款都能拿下。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野草疯长。男人嘛，对车总有点情结，尤其是曾经可望不可及的东西，现在似乎触手可及了。干了，买，就今天。师傅去汽车城。好嘞，小伙子去看车，准备买啥牌子的？随便看看，我对车不算特别懂行，以前只停留在认识标志和大概价格的阶段，真到了要买的时候，反而有些选择困难。不过没关系，到了地方慢慢看，慢慢选，反正现在有时间，也有钱。叶秋刚踏进店内，立刻有一位年轻的男销售迎了上来，27、8岁，梳着整齐背头，笑容标准。他目光快速在叶秋身上扫过，质感不错，但非顶级。品牌的大衣，款式简约的短靴，空空如也的手腕。销售脸上笑容依旧热情，但眼底深处那抹评估和略微的疏离被叶秋敏锐捕捉。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来看车吗？有感兴趣的车型吗？随便看看，这是我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梦想之车之一。这款是豪华型，是我们店里的主力车型，无论是商务还是家用都非常合适，搭载了高功率发动机，内饰采用的是最新一代的设计语言。叶秋静静听着，偶尔点点头。能进去坐坐吗？当然可以。叶秋坐进驾驶座，座椅宽大柔软，包裹性很好，方向盘握感扎实。一种熟悉的、属于成功和品质气息包裹了我。曾几何时，我坐进客户或领导类似的豪车里，总会觉得有些拘谨，有些格格不入，仿佛自己不属于这个空间。但现在，我靠在椅背上，调整了一下坐姿，感受着皮质的细腻触感，心里一片平静，甚至有点理所当然。先生感觉怎么样？这款车目前有现货，颜色也比较全。如果今天能定的话，我可以帮您申请一个不错的价格。这车落地大概多少？这款豪华型，官方指导价是49.98万，加上购置税、保险、上牌等费用，落地大概在56万左右。但如果贷款，首付30%，不到20万，我完全能轻松拿出，月供1万多，对现在的我来说也不算压力，似乎可行。叶秋的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敲了敲，心中买的念头越来越清晰。一、检测到针对宿主看人下菜碟恶意倾向，恶意来源当前销售人员，恶意强度低。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咱们公司曾经的金牌销售叶秋叶大兄弟吗？1年不见，这是发财了，都混到4S 店来参观学习了。这声音太熟悉了，熟悉到让我胃里条件反射般涌起一股生理性的厌恶。陈晓辉，我前公司那个外资企业山城办事处的直管领导、部门经理，也是当年一手将我谈下的订单巧取豪夺，又处处给我穿小鞋，最终逼得我不得不离职的好上司，真是冤家路窄。昨天刚收拾完李业领完，今天又碰上这老混蛋，看来这山城还真是个熟人遍地的好地方。不过也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触发系统任务，再次获得奖励。陈总，好久不见，看来这1年您又带领团队创造了不少辉煌业绩啊，都亲自来奔驰看车了，怎么是准备换掉那辆开了7、8年的二手车？陈晓辉没想到叶秋不仅没像以前那样低头回避或强忍怒气，反而一开口就如此尖锐，直接点破他那点不光彩的老底。那辆老车确实是我的心病，每次看到那些更年轻、路子更野的同僚开着更好的车子时，我心里总不是滋味，觉得掉了份儿。所以今年业绩不错，手头攒了点，加上贷款，才咬牙想来提辆新车撑撑场面。没想到还没定下来，就碰上了叶秋这个旧部，而且这小子怎么好像变了个人似的，眼神里没了以前的隐忍和预期，反而透着一股让我不太舒服的感觉。陈晓辉认定了叶秋是在硬撑，在强装镇定。一个被自己踢出公司，混了1年都没听说有什么起色的穷小子，能有什么真本事？叶秋啊，你这张嘴还是这么不饶人。不过年轻人光会耍嘴皮子没用，得脚踏实地。怎么今天闲着没事，跑这儿来体验生活了？还是说跟以前跑业务那会儿一样，快到饭点了，来这种高档地方蹭杯咖啡，顺便考察考察市场？原来是个蹭客，难怪穿得还行，但细节处没什么硬货。这种客户我见多了，打扮的人模狗样，跑到豪车店来东摸西看，问这问那，其实根本买不起，就是来过眼瘾，顺便蹭点饮料点心，浪费我时间。附近2个原本也在看1集的顾客，好奇的看了过来，目光在叶秋和陈晓辉之间逡巡，带着看热闹的性质。果然都改不了吃屎，陈晓辉还是那个陈晓辉，踩低捧高，尖酸刻薄，以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以前在公司碍于上下级关系，也为了那点微薄的薪水，我忍了。但是现在，你看我对不死你，正好借此机会激怒你，触发系统任务。陈总真是贵人多忘事，我离职好像不是因为业绩差，而是因为有些人手伸得太长，脸皮也太厚。至于蹭吃蹭喝，这位销售兄弟，你们店提供免费的午餐吗？质量怎么样啊？午餐，我们员工有食堂，客户一般不提供午餐。哦，看来陈总以前考察市场的经验比较丰富，连哪家4S 店管饭都门清。我就不行了，只知道来看车，就是来看车，买得起就买，买不起就走，没那么多蹭的讲究。比喻陈晓辉被他这几句夹枪带棒的话呛得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尤其是叶秋提到手伸得太长，脸皮厚，更是戳中他痛处。周围几个顾客已忍不住低笑起来，对着陈晓辉指指点点。我今天可是来提车的，是来享受销售恭维，享受别人羡慕目光的，怎么能被叶秋这个丧家之犬当众奚落？不行，必须把场子找回来。这小子能混那么好，不过是硬撑。叶秋，年轻人说话别这么冲，我也是为你好。看车嘛是好事，有追求，不过得量力而行。这地方这车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惦记的。
就像这辆看着漂亮，落地小60万呢。你以前在公司1个月拼死拼活，到手也就万把块吧，还得看人脸色。现在估计更不如意了吧？听我一句劝，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门口那边有卖二手车的，还有国产车，那些才适合你。实在不行，去看看电动车，便宜还能省油钱。这边的车，梦里开开就行了，现实里他跟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东。小兄弟，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这种人我太了解了，就是来过干瘾的。我这边我要这一辆，今天能提吗？全款。最后全款2个字，他喊得特别响亮，带着一种财大气粗的炫耀。这辆卧底也得50万左右，还是全款，这才是真客户，大客户。他脸上立刻堆起比刚才阴晴10倍的笑容，看都没再看叶秋一眼。能提能提，陈先生您稍等，我马上给您查库存和具体优惠。全款的话，手续最快今天下午就能办好。看见没？什么叫实力？什么叫档次？穷鬼，学着点。50万全款提奔腾 SUV， 在山城也算是不小的消费了。就是，刚才那点关于职场欺凌的小插曲，迅速被真土豪的光环掩盖。不少人看向陈小辉的眼神带上了羡慕，看向叶秋的眼神则多了些同情胡了然。果然是个来瞎逛的蠢货，又在吹牛，而且吹得如此迫不及待，如此漏洞百出。他太了解陈小辉了，这老小子确实有点小钱，但也绝对没有到能随手全款50万买辆50万的车而不肉痛的地步。我敢打赌，陈小辉所谓的全款里面至少有一大半是贷款，或者挪用了其他资金。而且他这么急吼吼的喊出来，无非是2个目的：一是想要用金钱碾压我，报刚才背对之仇；二是在销售和其他顾客面前装逼，享受那种众星捧月的感觉。幼稚可笑。叶秋甚至懒得去揭穿他贷款的事，档次太低，他想要的是更彻底的、更有趣的打脸方式。叶秋微微侧头，目光落在了展厅更深处，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其中一辆车上，那辆车是这个品牌高性能系列，价格大概是陈小辉选的那辆的3倍起步。陈小辉，你喜欢吹牛装逼，喜欢用钱压人是吧？行，那咱们就玩玩，看看谁更能装。检测到针对宿主的强烈贬低恶意，吹牛目标陈小辉，吹牛内容声称全款购买50万的一辆车，任务内容揭穿目标陈小辉虚假全款购车行为，并进行有效打脸，任务奖励200万。200万。尽管已经经历过2次系统奖励，但只是20万、50万，和此刻听到的200万，冲击力是完全不同的。200万，在如今的叶秋看来，这依然是一笔足以彻底改变普通人生活的巨款。而系统就这样，因为陈小辉几句拙劣的吹牛和挑衅，便作为奖励摆了出来。这系统真是简单粗暴，又深得我心。好，很好，陈小辉，你这牛吹的真值钱。陈先生，让您久等了，已经查好了，我们店刚好有一台现车，白色的，就是展厅旁边那台，给您算过了，车价优惠2万5。加上购置税、保险、上牌、装潢套餐，落地总价是51万8600。您是全款，我再给您申请个 VIP 客户折扣，抹个零头，51万8，您看怎么样？51万8，全款，在山城这地方，绝对算是豪爽的客户了。陈小辉听着报价，脸上闪过一丝肉痛，51万8，比他心里预估的还是多了点，但话已经放出去了，尤其是在叶秋面前，这面子绝不能丢。行，就这个价，刷。好的，陈先生真是爽快人。陈先生，麻烦您输入密码。陈小辉接过 pass 机，输入密码，所有人都屏息看着，包括叶秋。好戏要开始了。那个陈先生，这台机子好像有点接触不良，提示交易失败，要不您再输入一次密码试试。交易失败？怎么可能？我这卡里钱够得很，肯定是你们机器问题。陈先生，还是失败，提示余额不足。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陈小辉那张迅速涨红的胖脸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这卡里明明有60万，是公司刚结回来的年终奖和分红，我亲自查的，肯定是你们机子有问题，或者银行系统故障。销售一脸为难，这种场面他不是没见过。有些客户确实会因为银行卡限额、银行系统问题等导致支付失败，但像陈小辉这样反应激烈，又信誓旦旦说卡里有60万的不多见。周围的顾客开始低声议论起来，眼神里的羡慕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好奇、怀疑，还有一丝看穿把戏的两难。吹，继续吹，看你还能编出什么花样。奇怪了，昨天看还有60万零3800，怎么今天就想起来了？瞧我这记性，小兄弟，不好意思啊，误会，那笔钱我老婆昨天跟我说，临时挪去给厂里周转了，要过几天才能回来。你看这事儿闹的，我这一忙给忘了。这样，车我今天肯定要提，全款。暂时有点小状况，我先付30%的首付，按分期办。等过几天资金回笼了，我立刻一次性把尾款全部结清。你看这样行不行？手续你们先按分期走，我保证最多1个星期，尾款全部到位，利息什么的该算就算。他说的信誓旦旦，仿佛真是资金临时周转的小问题。
这种情况虽然有点波折，但客户愿意先付首付走分期，并且承诺短期内结清尾款，也算是有诚意。毕竟这辆车首付30%，也有15、16万，不是小数目。而且对方看起来确实像个小老板，说不定真是临时资金紧张。这样啊，陈先生，如果您确定短期内能结清尾款，我们可以先按分期手续办理。不过，分期的手续费、利息，以及如果后续提前结清可能产生的违约金，都需要跟您确认清楚。没问题，都按规矩来。总算把场面圆回来了。虽然从全款土豪变成了资金临时周转的小老板，有点掉价，但总比被当场揭穿根本没钱要强。就算暂时全款不了又怎样？老子至少付得起16万的首付，至少今天能把车开走。你叶秋呢？你个穷鬼，连首付的零头都拿不出来吧？只能干看着。好了，陈先生，首付和相关费用已经支付成功，我这就去给您准备合同和提车手续，大概需要1个小时左右。您可以先在这边休息区喝点咖啡，或者再看看。好了，陈先生，首付和相关费用已经支付成功，我这就去给您准备合同和提车手续，大概需要1个小时左右。您可以先在这边休息区喝点咖啡，或者再看看车。行，快点啊，叶秋啊，看见没？这就叫实力。哪怕资金临时有点小安排，该买的车照样今天开走。16万的首付，说刷就刷了。年轻人，别总活在过去的怨气里，得多看看现实，学学怎么挣钱，怎么规划。像你这样跑到这种地方来干看着，除了让自己更难受，有什么用？听我一句劝，走吧，这儿不是你该待的地方。门口右转，公交车站，2块钱，哪儿来的回哪儿去。是啊，没钱就别在这杵着了。怪尴尬的。在陈小辉和所有人疑惑的目光中，叶秋慢悠悠的从大衣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了手机，点开了那个图标漆黑的应用，该收网了。叶秋晃了晃手里的手机，屏幕在展厅明亮的灯光下反着光。陈小辉，你真以为你吹的那些牛别人看不穿？叶秋，你少在这儿阴阳怪气，我吹什么牛了？我正大光明买车，付了首付。是吗？让我看看。你说你公司刚结回60万货款，被你老婆临时挪去工厂周转了。可我怎么记得你去年因为挪用项目备用金，差点被总公司审计查出问题，吓得你差点尿裤子，最后是求爷爷告奶奶才摆平，从此再也不敢碰公司账上1分钱。这事叶秋怎么会知道？那件丑事，除了当时几个心腹和上面那几个人，根本没人清楚细节。你胡说什么？我胡说？你说你自己投资了工厂，上个月刚开，还是跟人合伙搞了个小作坊，投了5万块，占10%的干股，连厂房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那也叫投资工厂？陈总，你这工厂的门槛是不是低了点？陈小辉感觉像是被扒光了衣服，站在聚光灯下。叶秋，你他妈少在这儿造谣，有本事拿出证据来。你要证据？行，正好我这儿有点东西，可能跟你说的宏伟蓝图不太一样。陈小辉，你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王八蛋，家里统共就攒下这23万7千块钱，是留着给儿子上学、给老人看病的，你非要拿去充什么大款买豪车？豪车是你这种人开的吗？装什么装？厂里个屁！你那5万块钱扔进去，连个响儿都听不见，还周转你妈个头！我告诉你，你今天敢动这笔钱，老娘就跟你离婚，带着儿子回娘家，让你一个人抱着你的破车过去。你懂个屁！男人在外面不要面子的，开个破车谁看得起我？我这是投资，是门面。门面你吗？家里米缸都快见底了，你还门面？录音到这里戛然而止，但效果已经足够炸裂。哈哈哈哈！我的天，家里就23万，拿16万付首付买奔驰，这是真倾家荡产也要装啊！还投资工厂5万块干股，哈哈哈，笑死我了！陈总，您这工厂是生产牛皮的吧？一张嘴就能吹出来，老婆骂的真带劲，离婚就该离，跟着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傻缺，倒8辈子血霉。刚才还教育别人呢，还实力，还规划，我看你最该规划，怎么跟老婆交代这16万？瑟瑟，真是开了眼了！为了在以前下手面前装，家底掏空，老婆要离婚，这代价牛！议论声、嘲笑声、讽刺声如同决堤的洪水汹涌而来，瞬间将陈小辉淹没。他怎么会有这段录音？这明明是我和老婆在家里的争吵，我当时明明关了门。叶秋怎么会？那个年轻销售也傻眼了，看向陈小辉的眼神已经从之前的恭敬热切，变成了毫不掩饰的嫌弃和傲睨。搞了半天是个打肿脸充胖子，差点把家底掏空来装逼的货色，自己还差点信了他的邪。叶秋在一片喧嚣中缓缓收回了手机，他脸上没有什么大仇得报的狂喜，仿佛这种人不值得他浪费情绪。1. 检测到宿主成功揭穿目标陈小辉的吹牛行为，并进行当众打脸，任务完成度评估优秀，奖励发放200万，首笔款项100万，即刻汇入宿主账户。手机到账100万元。100万，不是1万，不是10万，是100万，而且是到账。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到叶秋身上，陈小辉也听到了，死死盯着叶秋。100万，他怎么可能有100万？假的，一定是假的，是语音包，对，肯定是。可那声音如此真实，而且叶秋那副从始至终的平静，那掌控一切的气度，难道叶秋真的发财了，发达了？我去，我的妈呀！100万，
说想就想了。这哥们到底是何方神圣啊？刚才陈胖子还瞧不起人家，打脸，这才是教科书级别的打脸。先扒了你吹的牛皮，再亮出你根本想象不到的实力，杀人诛心啊！100万，我这辈子还没见过100万现金呢。人家到账提示就这么随随便便响了。刚才谁说人家该坐公交走来着？脸疼不疼啊？陈总，您脸疼不疼？完了，全完了，面子里子在叶秋面前被碾得粉碎，连最后那点至少我买了车的可怜安慰，在那一声100万到账面前，也成了最可笑的讽刺。他买的车首付16万，几乎是全部家当，而人家叶秋随手就是100万到账，这差距简直天壤之别。叶秋没有再理会陈小辉，他甚至没有去看周围那些震惊崇拜的目光，只是微微侧头，对那个还在发愣的年轻销售指了指角落的展台。深灰色那台有现车吗？什么？那辆深灰色的4门轿跑，那可不是普通的车，那是高性能系列的，是价格直接对标陈胖子那辆的3倍起步啊！那台先生，您是说那台深灰色的？难道这位才是真神？叶秋，你他妈少在这儿给我装！你是什么底细？我能不知道？哈！这一年你去粤东打零工，电子厂、塑胶厂、五金厂颠沛流离，连个固定住处都没有，一个月撑死4、5千，还得看人脸色。100万，你他妈哪来的100万？做梦梦来的！陈小辉越说越怕，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死死盯着叶秋，刚才那到账提示假的，100%是假的。网上那种语音包，几十块钱就能买，想设置多少到账提示都行。你就是算准了时机，故意放出来唬人的，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在我面前，在大家面前装逼，找回你那点可怜的自尊。还有那辆车，你明知道这种小众高性能车，4S 店根本不可能有现车，通常都要预定，等3、5个月都正常，所以你才故意说要买它，因为你知道根本买不到。你接下来肯定就会说，先交点定金，然后找各种理由拖着，最后不了了之，或者退定金走人，对吧？叶秋，你这套把戏太低级了，骗不懂行的还行，想骗我门都没有。是啊，仔细想想，这个年轻人衣着虽然得体，但确实不是什么一眼就能认出的顶级大牌。而且陈小辉说的对，这种高性能车在山城这种地方有现车的概率极低。之前陈小辉虽然丢人现眼，但他好歹真金白银刷了16万首付，车就在那。而叶秋除了那一声100万到账的提示，似乎还没拿出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万一那真是语音包呢？现在网上这种装逼手段确实不少见，不少人开始交头接耳，目光在叶秋和陈小辉之间来回逡巡，态度再次变得微妙起来。陈小辉的话虽然难听，但并非全无道理。那辆车在山城这家店确实极少有现车，因为价格高昂，受众小。万一叶秋真是来玩套路的，自己白高兴一场不说，还可能耽误其他客户。这人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都到这地步了，还想着用自己那套狭隘的认知和恶毒的揣测来给别人定性，来挽回自己那点可怜的早已碎成渣的颜面。叶秋甚至没有反驳，只是将目光投向那个还在犹豫的年轻销售。有还是没有？销售被叶秋这平静的目光一看，心里猛地一激灵。他忽然想起刚才那声清晰无比的100万到账提示，又想起叶秋之前拿出录音时那种掌控一切的淡定，再看看旁边陈小辉那副气急败坏、色厉内荏的模样，两相对比，高下立判。管他是不是语音包，管他有没有现车，万一呢？万一这位真是深藏不露的大佬呢？做销售的最忌讳以貌取人，更忌讳因为一个傻逼客户的话而得罪潜在的真神，宁可错过，不可放过。有先生，您眼光真好，那台4门跑车哑光深灰色，是我们店里唯一一台现车，昨天才刚到店，本来是作为展车和试驾车预留的，但如果您确定要，今天就可以办理手续，最快下午就能完成所有流程，让您把车开。有现车？怎么可能？你胡说，这种车怎么可能有现车？你为了配合他装逼，连店里的规矩都不顾了。陈先生，我们店里的库存情况我比您清楚，这台确实是现车，手续齐全。先生，这是这台车的详细配置单和报价，标配基础上选装了碳纤维内饰、高性能制动系统、柏林之声音响，含选装后的车价是148万，加上购置税、保险、豪车税、上牌及必要装潢服务，落地总价大约在168万左右。比陈小辉那辆的总价高了整整3倍还多，比刚才那100万到账还要多出68万。所有人的目光死死锁定在叶秋身上，看他如何反应，是故作镇定然后找借口推脱，还是真的敢接？168万，把他全家卖了都值不了这个数。叶秋他怎么可能？万一是假的呢？万一是他和销售串通好的戏码呢？叶秋肯定付不起，他肯定要露馅，对，他肯定付不起。报价了，叶秋有本事你交钱啊！今天我倒要看看你这一年到底挣了多少钱，别光用嘴说，用行动证明。整个展厅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叶秋身上，
等待着他的下一步。临时任务：当场完成对目标陈小辉的有效打脸，终结其质疑。任务奖励200万。注意，任务奖励剩余款项可即刻提取。又来200万，加上刚才已经到账的100万，以及之前的余额，目前账户里大概150多万，距离168万的车款还差10几万。而系统说，剩余奖励可以即刻提取，系统只要完成打脸就能获得这200万。刚才那100万的剩余部分，现在能提？是的，任务剩余奖励100万元，已存放于系统临时账户，宿主可随时意面提取。请问是否现在提取？能提，而且立刻就能到账，那还等什么？提取！在外人看来，叶秋只是掏出手机后，动作停滞，像是在犹豫，或是在计算什么。叶秋犹豫了，他迟疑了，果然他没钱，他在硬撑，他在计算怎么圆这个弥天大谎，哈哈哈哈哈！叶秋怎么愣住了，傻眼了？没钱了是吧？吹牛吹大了，圆不回来了是吧？168万，不是168块，你拿什么付？拿你粤东打零工攒下的几千块，还是拿你那个破手机里不知道哪个犄角旮旯找来的语音包？他越说越激动，唾沫横飞，仿佛要将刚才承受的所有羞辱和难堪全都泼洒回去。刚才那100万到账也是假的吧？我就知道，还全款，还今天提车，我呸！装，你继续装，我看你今天怎么收场。在这么多人面前把牛逼吹上天，现在下不来了吧？啊，难道真的被陈小辉说中了？刚才那一声100万到账真的是语音包，现在面对168万的具体车价，这个年轻人露怯了。年轻销售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脸上的笑容变得有些僵硬，手心里全是汗。万一真是乌龙！手机到账100万元，又是100万，怎么可能？连续2次，间隔这么短，就算是语音包，也不可能设置的这么小，这么理所当然。难道之前那100万也是真的？卧槽，又100万！我的天老爷，200万了，10分钟不到，到账200万，这他妈是印钞机转是吧？刚才谁说语音包来着？啊，陈总，您再说一遍，这语音包能连着来，还带智能刑警触发？疯了，我一定是疯了。要么就是这个世界疯了。200万现金啊，说响就响了2次，这哥们到底什么来头？刚才谁还说人家该做公交，谁还说人家是打零工的？脸呢？脸还要不要了？20多岁，衣着低调但气度不凡，几分钟内连续2次100万级到账提示。面对168万的豪车报价，面不改色，甚至有点无聊。这他妈哪里是普通人？这分明是哪个豪门出来体验生活的少爷，或者是某个领域一夜爆红的奇才，身价绝对千万起步，甚至可能更高。在山城这种地方，这简直是传说级的存在。年轻销售此刻已经激动得快要晕过去，亲手即将促成一笔168万的超级订单，而这一切都是在那个可笑的陈胖子不断被打脸的过程中完成的，太他妈爽了！这剧情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先生，这手机支付，请您输入金额。支付成功。与此同时，叶秋的手机也轻轻震动了一下，他拿起来看了一眼。是银行发来的大额支出提醒短信，他随手将短信界面在陈小辉眼前晃了一下。哎呀，真晕了！快看看怎么回事？不会是气急攻心吧？刚才那脸色就不对劲，要不要叫救护车？年轻销售脸都吓白了，手里的 POS 机差点掉地上。这要是在店里出了人命，还是在接待的客户争执过程中，我这工作还要不要了？他慌慌张张的就要去掏手机。我打120。等等，所有人循声望去，叶秋不知何时已经收起了手机，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打量着地上不省人事的陈小辉。先生，他好像真的……我知道，可能是低血糖或者情绪激动引起的短暂晕厥。我稍微懂一点急救，在陈小辉倒下的那一刻，系统已经提示陈小辉是装晕的，正好借此机会盗抢业绩，传小邪之仇。让我先看看。说着，他缓步走上前，人群自动为他让开一条通道，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充满了好奇和一丝莫名的期待。这位刚刚创造了200万到账、168万全款提车神话的年轻人，难道还懂医术？躺在地上的陈小辉，紧闭的眼皮下的眼球机不可察地滚动了一下。低血糖、情绪激动、短暂晕厥。对，叶秋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情绪激动，我就是暂时晕一下。这台阶给的太及时了，还是好人多啊！我得谢谢你，叶秋。只要被定性为突发状况，被救护车拉走，今天这丢人现眼的一幕就算暂时翻篇了。过2天，等风头过去，再悄悄来把车提走，首付都交了，车肯定的要。到时候谁还记得今天具体发生了什么？顶多流传个某人在奔驰店跟人争执气晕了的模糊版本，丢脸肯定还是丢的，但至少不用在现场承受这么多道目光的凌迟。机智，我真是太机智了。看来叶秋也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大，毕竟把人气晕了说出去也不好听，他肯定是想赶紧把我弄走，免得麻烦。对，就是这样。这年轻人还懂急救，
看着不像啊，试试吧，总比干等着强。就是万一真出什么事，听到有人提议试试，心里更稳了。试试就试试，随便你怎么急救，我只要不睁眼不吭声。你就是华佗在世也就不醒一个装睡的人。等救护车来了，直接抬走，完美，装得还挺像。把脉你会把个屁，老子心跳好得很。叶秋的手指在他腕上停留了几秒，然后移开了，又落在了他颈侧。摸颈动脉也行，你摸，老子脉搏稳如老狗。好了吧，摸完了吧，没辙了吧，可以叫救护车了吧？然而叶秋并没有起身，就在陈小辉疑惑之际，两根手指猝不及防地摁在了他左胸下方肋骨边缘的某个位置。陈小辉整个身体猛地弹了起来，他双手死死捂住左肋下方被叶秋摁过的地方，那里太疼了，让他所有的伪装算计在这一瞬间土崩瓦解。疼死了！叶秋这个杂种对我做了什么？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看着前一秒还昏迷不醒、气息微弱的陈小辉，下一秒就像诈尸一样弹坐起来，疼得面目狰狞，涕泪横流。这转变也太快了吧，快得让人措手不及，快的让人忍不住想笑。卧槽，装的，这演技，奥斯卡欠他一座小金人啊！刚才还担心他真出事了呢，结果笑死我了，疼醒的。叶秋那一下按的是啥穴位？这么灵？肯定是装的呗，被当场揭穿没脸了，想装晕混过去，结果被人救醒了，这脸打的啪啪响，晕都晕得不彻底。陈小辉听着周围毫不掩饰的嘲笑和议论，感受着肋下依旧火辣辣的剧痛，再看着叶秋那张近在咫尺、平静的令人发指的脸，叶秋，他再也顾不上什么形象、什么后果，挣扎着就要扑向叶秋，可他刚一动，肋下的剧痛就让他眼前发黑，身体一歪，又差点栽倒，只能徒劳的挥舞着双手，像一只被踩住壳的乌龟，狼狈又可笑。陈总，晕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就像吹牛也掩盖不了你只有23万家底的事实。车你首付交了，按合同，该体贴该还贷还贷。至于今天的事，大家都有眼睛有耳朵，该记得的总会记得。你好自为之，手续抓紧办。车我今天要开走。是，叶先生，我立刻去办，最快速度。叶秋走向展厅一侧的休息区，他需要坐下来等一会儿，顺便看看系统又给了他什么惊喜。毕竟刚才陈小辉苏醒的那么及时，任务应该算完成了吧？被动打脸任务完成，目标陈小辉伪装被当场揭穿，遭受疼痛及社会性死亡，打脸效果评估优秀，奖励发放200万，到账200万元。卧槽，又是200万，刚才不是已经200万了吗？这加起来400万了，第一笔100万，第二笔100万，这第三笔200万，10分钟400万到账。印钞机也没这么快吧？这哥们家里是开矿的吧？数字控，我算看明白了，人家根本不是来买车的，人家是来给我们这些凡人现场表演财富魔法的。刚才那陈胖子还嘲笑人家打零工，我现在就想问，这是什么零工？还招人吗？我可以。又是他，又是那该死的，仿佛连通着无限财富深渊的手机。200万，我拼死拼活，连偷带抢，搭上全部家当，不惜惹怒老婆才勉强付了16万首付。在人家眼里，大概连个零头都算不上。人家随手到账的钱，够全款买他那样的车，不止，人家买的是168万的，是他的3倍。陈小辉再也待不下去了。尤其是叶秋那种彻底的无视和平静，更是比任何嘲讽都更让他难堪。他必须离开，立刻，马上。什么提车手续都去他妈的吧！现在提车，在叶秋那辆168万的车面前，在所有人看小丑般的目光中，把一辆50万的车开走，那还不如杀了我那个小兄弟。我突然想起来，我妈叫我回家吃饭，有急事，车我明天再来提，明天一定来。说完，他根本不等销售反应，更不敢去看叶秋，夹着尾巴，以最快的速度，踉踉跄跄地冲向展厅大门，甚至因为跑得太急，差点又摔个狗吃屎，引得身后一阵压抑不住的哄笑。哈哈哈哈哈！回家吃饭，这借口找的，我看是没脸带了吧？笑死我了！刚才不还挺横吗？又是全款又是教育的，在真神面前原形毕露喽！明天还来提车，我看他这车悬喽，回家老婆那一关就够他喝一壶。今天这出戏真值，比看电影刺激多了。谢幕是肯定的，几分钟内400万到账，全款168万提车。这财力在山城绝对算是金字塔尖那一小撮。这年轻人到底什么来路？家里做什么的？自己做什么的？怎么能如此轻描淡写的调动这么大笔资金？年轻多金，气质沉稳，长得也不差。最关键的是，那种对巨额财富浑不在意的淡然，和雷霆手段打脸仇人时的锋利，这种混合着低调与强势、平静与锐利的复杂气质，好煞啊！几个胆大些的，已经借着添水、送点心，或者恰好路过休息区的机会，悄悄打量叶秋。万一能被注意到呢？哪怕只是混个脸熟，留个联系方式也是好的。叶秋对这种目光太熟悉了，以前跑业务时见过太多拜高踩低的嘴脸。没必要，他现在没心思，也没兴趣招惹这些。他的世界刚刚被系统强行拓宽，充满了更多未知和可能。女人，尤其是这种场合下因财而动的女人，太低端，也太麻烦。他现在只想安静的等车，然后开走。或许可以考虑找个时间约陈木晚吃个饭。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叶秋自己都愣了一下，随即摇头失笑。想什么呢？年纪约莫40出头的中年男人，
脸上堆着无比热情笑容，快步走了过来。是销售经理赵启明。叶先生，怠慢了，真是怠慢了。我是本店的销售经理赵启明，刚在外面开会，一接到小王的电话就立刻赶回来了。你能选择我们店，选择我们奔驰，尤其是这样的顶级车型，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刚才店里发生了一点不愉快的小插曲，让您见笑了，也打扰了您的雅兴。我代表店里向你郑重道歉。赵经理客气了，小事而已，已经过去了。是，叶先生大气。看来这位年轻的神号不是那种斤斤计较、得理不饶人的主，这就好办。您的手续，小王已经全部加计办妥了。这是您的购车合同、发票、车辆一致性证书、关单，所有文件都齐了。临牌我们已经为您申请好了，有效75天。正式牌照大概需要5到7个工作日，我们会全程跟进。牌照一到，立刻安排专人送到您指定的地址，上门安装，绝不需要您再跑一趟。车辆已经做过出库检测了，油也加满了。这是钥匙。车在哪里？就在后门专属交车区，已经为您准备好了简单的交车仪式。当然，如果您不喜欢，我们可以取消。看看吧。好的，您这边请。叶先生，这就是您的车了，需要我再为您介绍一下车辆功能，或者带您再检查一下吗？不用了。这才叫车。1年来积压的郁气，前日返乡的狼狈，今早面对故人的复杂心绪，以及刚才打脸陈小辉的畅快，种种情绪，仿佛都被这一声轰鸣震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掌控感和自由。钱是系统给的，力量是系统赋予的，但此刻坐在车里，手握方向盘的感觉是真实的。钱必须要搞更多的钱，而今正好是即将春节，哪里吹牛的人最多？那当然是春节时候的各种聚会了。一想到过年聚会，叶秋心里就莫名的兴奋。叶先生，这是您的鲜花和一点小礼品，祝贺您喜提爱车。叶先生，临牌已经贴好了，所有文件都在这个文件夹里。叶先生，您看还有什么需要？没了。恭送叶先生。曾几何时，自己是挤在公交里，或是骑着共享单车，看着别人开好车匆匆而过的那一个。现在我已经坐在了168万的驾驶座上，世事无常，莫过于此。这种感觉真不错。叶秋之前大致估算过，大巴车打脸张大成、李永福应该得了些积分，具体多少没细看。酒店打脸林业林晚50万奖励那次，积分应该也不少。刚才收拾陈小辉200万奖励，还是分2次打脸完成，积分想必更可观。现在是时候清点一下战利品，看看这系统除了给钱，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系统查询当前累积打脸成就点，另外系统商城和抽奖功能现在能打开了吗？第二，宿主当前累积打脸成就点125点，检测到宿主成就点已满足初级商城及抽奖功能解锁条件，是否立即开启？开启。系统商城开启中，抽奖模块开启中。这玩意儿还挺智能。叶秋集中注意力，先看向商城界面。叶秋用意念点开现金分类，里面是不同数额的现金包，标注着所需成就点，兑换比例很直接，1成就点对应1万块现金。叶秋扫了一眼就关掉了，他现在不缺现金，起码不缺这点小钱。成就点显然有更重要的用途。120点，按照现金兑换比例，相当于120万，比自己实际花的168万便宜不少。看来系统商城的价格有优惠，或者是基于某种成本价。珠宝首饰里面是各种钻石、宝石、名表、奢侈珠宝的图标和介绍，所需成就点从几十点到几百上千点不等。金融资产分类里，则是一些股票代码、基金名称、数字货币标识，后面跟着复杂的波动曲线和预期收益率，兑换所需成就点同样不菲。最后是商业实体，里面是一些公司、会所、商铺等等。商业实体，这才是真正能产生持续价值、奠定根基的东西。我现在有钱，但除了钱，几乎一无所有，没有事业，没有产业，除了系统外，没有可持续的现金流来源。当然，有系统就已经足够了，没必要再去折腾。叶秋将注意力转向右边的抽奖界面，只有低级抽奖是亮着的，看来只能使用低级抽奖。叶秋坐在驾驶座上，目光凝视着眼前只有他能看到的系统界面。消耗100成就点，可抽1次奖。奖品池就是当前 LV1商城所有可兑换物品，并有小概率出现 LV1商城未收录的特殊物品或技能。抽奖结果完全随机，100点一次，赌性不小啊！抽一次奖就几乎见底，抽还是不抽？抽奖的诱惑在于小概率出现特殊物品或技能。商城里的东西明码标价，虽然好，但都是已知的，而特殊物品或技能意味着未知和可能超出当前等级限制的好东西。风险在于100点如果抽到个只值几万块的现金包，或者一块我根本不感兴趣的手表，那就血亏。我现在急需的不是小钱，也不是普通的奢侈品，而是能快速带来质变的东西。抽成就点没了可以再转，打脸的机会以后还有，但这第一次开启抽奖功能的首抽，往往在玄学上有点说法。而且我现在有车有钱，赌输了无非损失100点，心疼一下而已；赌赢了可能就是一步快骑。干了，确认消耗100成就点，进行低级抽奖。消耗100成就点，低级抽奖启动。彩色轮盘猛地开始高速旋转，最终指针停在了一片颜色稍深的扇形区域。
恭喜宿主抽中 LV 1商城未收录特殊奖励，帝豪国际酒店100%版权及经营权、相关文件等，已通过合法途径完成变更及移交，并传送至宿主手机加密文件夹。宿主已成为该酒店唯一合法所有权人及实际控制人。奖励已发放，请查收。帝豪国际酒店，山城最豪华的5星级酒店，100%产权、经营权，附带管理团队，市场估值8.5亿，不是梦。系统界面还在眼前。尊敬的叶秋先生，您名下资产帝豪国际酒店相关产权及权益变更手续已于今日15时47分全部办理完毕，全套法律文件及电子密钥已发送至您的加密邮箱，请查收并妥善保管。如有疑问，请联系您的专属法律顾问团队。太刺激了，我需要时间消化这个信息。8.5亿的资产，这意味着我从一个只有几百万流动资金的心腹，一跃成为了拥有近10亿实体资产的资本家，意味着我在山城这个小地方瞬间站到了财富金字塔的最顶端，意味着我有了一个稳定可持续的产业，我的身份地位资源都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已经不再是有点钱那么简单。狂喜吗？有一点，但天上不会掉馅饼。系统给了这么大一份礼，必然有它的用意。我现在要做的不是被这巨大的财富冲昏头脑，而是如何接住它、掌控它，并利用它走得更远。叶秋拿起手机，点开了那个加密邮件。年净利润3000万，对于一个估值8.5亿的资产来说，回报率不算太高，但考虑到酒店行业的特性和山城的消费水平，已经相当不错。最重要的是，这是一只能持续下金蛋的鹅，系统还算靠谱，没丢给我一个烂摊子。叶董您好，我是帝豪酒店总经理周伟，刚刚接到集团总部通知，酒店所有已全部移交至您个人名下。我谨代表帝豪酒店山城店全体管理层及员工，对您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敬意。酒店目前运营一切正常，我已紧急召集所有部门总监，正在会议室待命，随时准备向您做详细工作汇报。不知您何时方便？另外，您的专属顶层总统套房及办公区已按照最高标准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入住和使用。您的专属座驾及司机也已安排妥当，期待您的到来。专业高效，态度到位，这个总经理至少第一印象不错。帝豪酒店，山城当之无愧的地标。以往他路过这里，只会觉得它高不可攀，是另一个世界。而现在，叶董，欢迎您莅临，我是周伟。周总，你好。得知您要过来，我立刻暂停了会议，各部门总监都在2号行政会议室等候。您看是先去房间休息，还是直接听取汇报？直接去会议室。好的，这边请。沿途遇到的工作人员见到周伟都立刻停下脚步，微微躬身致意。看到跟在周伟身后的叶秋时，眼中闪过一丝好奇，但迅速低下头，没有多余动作和目光。显然，周伟在酒店内的威望极高，管理也相当严格。这位总经理的看来做得很不错啊。这一层是行政楼层和您的专属区域，左边是您的总统套房和私人办公区，右边是行政会议室和我的办公室。叶董，为您介绍一下，这是酒店目前的核心管理团队。这位是客房部总监王丽。叶董好。市场销售部总监赵娜。叶董好。财务部总监孙立国。叶董好。人力资源总监李娟。叶董好。叶秋目光平静地扫过每一张面孔，微微点头回应。都坐吧，时间有限，我们直接开始。周总，你先简单介绍一下酒店整体情况，尤其是当前的运营重点和面临的挑战。好的，叶董。周伟介绍着各项内容及面临的主要挑战，其他各位总监依次做简短补充。叶秋全程没有打断，安静地听着，偶尔在面前的笔记本上记录几个关键词。众人汇报时，心里有些打鼓，不时偷瞄叶秋的反应。金老板太年轻了，气场却沉稳的吓人。他到底听懂了没有？满不满意？会不会有什么新官上任的雷霆手段？总体而言，酒店过去3年保持了稳健的经营态势，年均净利润在3000万左右，在山城高端酒店市场占有率排名第1。但外部竞争加剧，内部部分硬件设施面临升级压力。叶董，我的汇报完毕，请您指示。我初来乍到，对酒店行业了解不深，但我听得出来，各位都是专业人士，酒店在你们的打理下运转良好。我不喜欢外行指导内行，所以在具体运营上，我暂时不会做大的变动，一切照旧，由周总全权负责。感谢叶董信任，但是有几件事我需要明确。首先，财务透明。孙总监，从本月起，每周一上午，我要看到上一周的简要财务报表和现金流情况；每月初，我要看到完整的月度经营分析报告。是，叶董。第二，人事稳定。李总监，核心团队和优秀员工的保留是重中之重。薪酬体系、激励机制，如果有需要优化调整的地方，尽快拿出方案。明白，叶董。第三，硬件升级和应对竞争的问题。周总，1周之内给我一份详细的评估报告和预算方案，我们要主动应对，而不是被动等待。好的，叶董，我会尽快落实。最后，我这个人看重结果，也看重过程，希望大家各司其职，把酒店当成自己的事业来经营，做得好，我不会吝啬奖励。出了问题，责任到人，有没有问题？没有。这位新老板虽然年轻，但思路清晰，抓大放小，懂得放权也懂得收权，看起来不像是个胡来的主。
好，那今天就到这里，散会。从一个打零工的到市值数亿的董事长，转变得太快，在这种场面难免有些紧张。刚才我所说的那些话，都是之前跑业务时协助客户管理团队的话术，挺唬人的，但我却还是停留在纸上谈兵而已。这位叶董不简单啊，看着年轻，气场真强，思路很清晰，不是来瞎指挥的。希望是个能做事的老板。在忙吗？刚办完事。哦，顺利吗？顺利。那就好。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我知道有家店鱼做的不错。好，时间的点发我。很快，一个定位信息发了过来，是一家位于老城区，看起来颇有格调的私房菜馆。叶董，您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我现在带您过去。对了，周总，我之前住在市区的盛华酒店，还有些行李在那里，麻烦你安排个人帮我把东西取过来。小事，我让吴主任亲自去办，确保万无一失。周伟快速拨通电话，低声交代了几句，然后放下手机。已经安排了，吴主任会带着您的身份证复印件和授权书过去，很快就能办好，效率很高。应该的。周伟引着叶秋走向走廊另一侧，在一扇门前停下，他用一张特殊的房卡刷开门禁。叶董，这就是您的专属套房，按照最高标准配置。如果您对装修或物品有任何不满意，或者有特殊需求，请随时告诉我，我会立刻安排调整。即便早有心理准备，眼前的景象还是让叶秋微微挑了下眉。这不是一个房间，这几乎是一个空中宫殿。这间套房平时不对外预定，只用于接待最顶级的贵宾或者集团高层使用，日常有专人负责清洁和维护。您的私人管家团队也已经就位，24小时为您服务，呼叫铃在床头和客厅都有。前天回来时，车票还是用好不容易拼凑买的，今天他却站在了这座城市最高建筑的顶层，脚下是价值近10亿的产业，命运之奇诡，莫过于此。很好，周总辛苦了，你去忙吧，我自己待会儿。好的，叶董。晚餐您是在房间用，还是去餐厅？需要我为您推荐吗？晚上我有约了，餐厅就不用了。另外，那辆车和司机暂时用不上，我有车。明白，那我先告退。您有任何需要，随时联系我。系统或者说周围的准备工作确实做得滴水不漏。几经大起大落，此刻在这属于自己的领地里，困意便如同潮水般涌来。叶秋几乎没怎么挣扎，就沉沉睡去。准备下班了。我们直接去店里汇合吧。没事，发我定位，我去接你。既然是去接老同学，开这辆稍微低调，相对低调一点的车吧。估计陈木婉大概率认不出这辆车和普通车的区别。会不会太麻烦你了？要不还是直接去那边汇合？这姑娘大概是觉得自己刚回山城，还没满车，或者觉得打车更方便，不麻烦。等我20分钟。叶秋将车开到陈木婉公司所在的写字楼下，正值下班时间，陆陆续续有人从大楼里走出来。叶秋看到陈木婉，推开车门走了下去。木婉，可以啊，什么时候谈的男朋友，藏得够深的都不告诉我。别瞎说，欣欣，这是我高中同学叶秋，就是一起吃个饭。高中同学，我懂老同学吗？最容易就情复燃了。下班了。欣欣，这是叶秋。叶秋，这是我同事张欣。你好。张欣也笑了笑，目光却像探照灯一样把叶秋从头到脚扫了个遍。顶多算打工人而已，跟真正的有钱人差距明显。张欣，先这样吧。我和叶秋打车去吃饭了。听到陈木婉说打车，张欣心里更加笃定叶秋没钱。木婉，不是我说你，你条件这么好，长得漂亮，工作稳定，性格也好，找对象啊，眼光得放高一点，至少也得找个有豪车、住豪宅、工作稳定、家境殷实的吧，这样以后生活才有保障，不用吃苦。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感情最重要，对吧？姐是过来人，告诉你，光有感情没用，贫贱夫妻百事哀。你看看我前男友。陈木婉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几次想打断却插不上嘴，她焦急地看向叶秋，生怕他误会后难堪。这小子脸皮还挺厚，被这么当面教育，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是没听懂还是装傻？所以啊，木婉找对象一定要擦亮眼睛。有些人啊，看着人模狗样，其实兜里比脸还干净。谈恋爱可以，结婚那可不行。咱们女人得为自己后半辈子负责。张欣，你够了，我的事情我自己有分寸。叶秋是我同学，我们就是一起吃个饭，你能不能不要瞎联想，还说这些难听的话？叶秋，对不起，他就是这样，心直口快，你别往心里去。我们走吧，别理他。张小姐，听你的意思是觉得我配不上木婉？张欣没想到他会直接问出来，愣了一下。难道不是吗？叶先生，我说话直，你别介意。木婉是个好女孩，善纯善良，你既然是老同学，就应该多为她想想。她现在这个年纪正是最好的时候，应该找个条件相当能给她稳定生活的，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一些不切实际的人身上。不切实际，我明白了，谢谢你的提醒。他的反应太冷静了，张欣觉得叶秋这是在强装镇定，
心里更是不屑。装，继续装，等会儿看你们怎么去吃饭，打车还是挤公交？你们是准备打车去吃饭的地方吗？这个点这边可不好打车，网约车也要等很久。要不要我让我男朋友开车送你们一程？他今天正好来接我。不用不用，我们自己。不用打车，我开车来的。开车？哦，叶先生开车来的，车停哪儿了？该不会是共享汽车吧？就在那边，走吧。这是你的车？上车吧。哦。站在车外的张欣，此刻已经完全傻眼了，他张着嘴，眼睛瞪得溜圆，死死盯着那辆车。这可是那个品牌高性能系列的，比普通款贵得多，绝对100万起步，甚至可能200-300万。人家一辆车就抵得上我男朋友那辆好几辆，这完全就是我幻想中开豪车、住豪宅的男人。我竟然还在人家面前大谈特谈条件保障，简直像个跳梁小丑。张欣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站在原地，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不用那么紧张，车就是个代步工具。这哪是普通的代步工具？叶秋他这一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怎么突然之间就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刚才你同事挺有意思。他就是那样说话不过脑子，喜欢乱猜，你别放在心上。没事，他说的其实挺有道理啊。找对象确实得找条件相当的，能给你稳定生活的，这是大实话。不过他可能对条件的理解有点狭隘了。叶秋没再继续这个话题。那家店怎么走？导航上好像有几个分店。哦，对，是在老城区的总店。张欣僵硬地站在原地，脸色铁青，强烈的羞辱感如同冰冷的潮水，一波波冲击着他。假的，一定是假的。那车肯定是租的，或者是 4S 店的试驾车。对了，车牌，那辆车好像挂的是临牌，蓝色的，纸质的，虽然没看清具体号码，但肯定是临时牌照。谁自己买这么贵的车，会不上正式牌照，还开出来接人，肯定是临时租来，或者从什么地方借来装逼的。还有那个叶秋，穿的也就那样，手腕上连块像样的表都没有，怎么可能开辆这么好的车？陈木婉那个傻丫头，肯定是被人骗了。这个念头一起，张欣心里顿时好受了许多。是啊，肯定是租车装的。现在有些男人为了泡妞，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租辆豪车，假装成功人士，专门骗陈木稳这种单纯没什么社会经验的女孩子。哼，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等陈木婉被骗财骗色，哭都来不及。到时候看他还有没有脸在我面前装清高。小金，怎么了？站在这里发呆，等很久了吗？路上有点堵车。张欣看着这张写满讨好的脸，再联想到刚才叶秋年轻俊朗、平静从容的面孔，以及那辆豪车，心里那股邪火噌的又冒了上来。凭什么陈木婉那个闷葫芦，凭什么就能找到开豪车、长得帅还年轻的男朋友？哪怕那车是租的，那脸总是真的吧？那气质总不是租的吧？再看看男朋友，没事。哼，那我们直接去吃饭。你上次说想吃的日料，我定好位置了。随便，哼，装什么装？租辆破车就以为自己是高富帅了，骗骗陈木婉，那种傻白甜还行。什么？没什么，开你的车，问那么多，万一又不是租的呢？万一陈木婉真的走了狗屎运，碰上个真有钱又年轻帅气的呢？肯定是租的，必须是，否则比杀了我还难受。走吧，是前面那家吗？鱼去。就是那家鱼去。小陈来了，还是老位置。麻烦老板娘了。男朋友啊，长得真近。不是。就是同学哦，同学好，同学好，那你们慢慢看，今天新鲜的江团鱼特别好，给你们留了一条大的。你常来？这里离公司不算太远，有时候加班晚了或者不想做饭，就来这里吃点。老板娘人很好，鱼做的特别鲜。那听你的，你点吧。菜上的很快，热气腾腾的蒸鱼首先端上，尝尝看，他家的鱼真的不错。谢谢，确实很好。叶秋的目光落在陈木婉脸上，呆呆的看着。怎么了？我脸上沾到东西了？没有，只是没想到。没想到什么？没想到我们高中时的小透明，原来长得这么好看。你别乱说，哪有？我说真的，以前在学校，你总是低着头，头发把脸都挡住了，谁能想到，还真是真人不露相。他真的觉得我好看，不是客套。接下来的饭吃得更加暧昧不清，陈木婉几乎不敢再抬头看叶秋，叶秋倒是神色如常，该吃吃，该喝喝，偶尔还会给他加点菜。一顿饭吃了将近1小时，结束时，陈木婉脸颊还是红扑扑的。走吧，送你回去。车子开到熟悉的老旧小区门口，到了。谢谢叶秋。你要不要上去坐坐？我在说什么啊？怎么会这么大胆？万一他拒绝了怎么办？万一他觉得我太随便了怎么办？叶秋显然也没料到，他微微一怔。眼前这个女孩是我在这个城市里为数不多的还带着点纯粹旧日情谊的故人。她现在对我有好感，是因为我帮她解了围，我开了一辆好车，还是因为别的什么？现在或许还不是开始一段关系的时候，尤其是面对陈木婉这样简单纯粹的女孩，我不想因为一时的冲动或暧昧，冲动的做决定。你还是太急了，他才回来2天，我们才重逢。我在干什么啊？他一定觉得我很轻浮，
很不矜持。我先上去了。他头也不回，身影迅速消失在昏暗的楼道入口。叶秋坐在车里，看着他仓皇逃离的背影，他靠在驾驶座上，轻轻叹了口气。叶秋知道刚才的沉默可能伤到了陈木婉，他那样内向害羞的性格，能主动说出那句话，不知道鼓起了多大的勇气。而他的犹豫和权衡，对他而言，或许就是一种无声的拒绝。算了，现在追上去解释，只会让彼此更尴尬。有些事情需要时间，也需要更合适的契机。他果然没那个意思。高中时，叶秋是班里少数几个不会捉弄他、不会用异样眼光看他的男生之一。对他而言，就像灰暗世界里偶然透进来的一束光，不敢靠近，只能远远看着。后来听说他和林婉在一起，林婉漂亮、开朗，是人群中耀眼的存在。像他。再后来，听说他们分手，叶秋离开山城，杳无音讯。昨夜在夜市重逢，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记忆里清俊温和的少年，变得沧桑疲惫，眼底有挥之不去的郁气。我还是太急了，太贪心了。或许他对我，或许真的只是老同学的情分，顶多多一点点照顾和欣赏，仅此而已。身上的系统是个巨大秘密，也是一颗不定时炸弹。未来的路注定不平静，打脸、赚钱、解锁更多功能，甚至可能面对未知挑战。现在就像突然中了巨额彩票的幸运儿，在学会如何驾驭这笔财富和随之而来的关注之前，贸然开始一段感情，对双方都不负责任，尤其是对陈木婉这样简单干净的姑娘，顺其自然吧。当务之急不是纠结儿女情长，而是尽快适应新的身份，理清头绪，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做更实际的打算。既然拥有了这份产业，就不能只当个甩手掌柜，至少要了解他，在关键决策上有自己的判断。叶秋的手机屏幕忽然亮了起来，是同学群里的信息。秋哥，睡了吗？大喜事，哥们我要结婚了，跟李思思，日子定在1月15号，腊月16，星期天，帝豪酒店皇家宴会厅，务必赏脸啊！陆迪、李思思都是他山城七中的同班同学，初中毕业10几年了。同班同学有个微信群，早就沉到聊天列表底部，一年到头除了春节问候或谁家喜事发红包，平时基本没人说话。前几年手头宽裕时参加过不少初中同学婚礼，后来落魄了，这类邀请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也只发红包，人不去。恭喜恭喜，一定到。够意思，秋哥，就等你这句话，到时候早点来，帮我招呼一下老同学。叶秋退出和卢迪的聊天界面，看到永远的初三群消息已919，最新几条还在飞快刷屏。兄弟姐妹们，腊月16，帝豪酒店皇家宴会厅，我卢迪和李思思的喜酒，大家都来啊！好久没聚了，趁这机会热闹热闹。恭喜迪格思思姐修成正果，一定到，沾沾喜气。卢迪，你小子可以啊，不声不响就把我们班花拿下了。秋哥也回来了，好久没见了，这次必须好好喝一杯。听说帝豪酒店皇家宴会厅档次是山城最高的，卢迪摆了多少桌？标准不低吧？不多，就30桌，标准吗？还行，5000一桌，主要是场地和菜品过得去，不能委屈了思思和咱们老同学不是。 5000一桌，可以啊，迪总，发财了这是。哪里，做点小生意，混口饭吃，跟咱们班真正的大佬比不了。彭总，您到时候可得多指导指导啊。赵大鹏过了一会儿才回复，刚在陪客户。卢迪，恭喜啊！帝豪酒店皇家宴会厅在山城绝对的第一，我上个月公司年会就在那儿办的。酒水自己带的吗？需要帮忙联系酒水，我可以打招呼，能便宜点。谢谢彭总，酒水定了，也是酒店的套餐。下次有事一定麻烦您。行，对了，叶秋真回来了，现在在哪儿高就呢？前2年听说你在外地发展的不错啊。叶秋和赵大鹏初中时关系就一般，他那时就仗着家里有点钱，在班里拉帮结派，瞧不起家境普通的同学。后来叶秋跑业务时，在一次行业活动上遇到过赵大鹏一次，那时他已经开上豪车，身边跟小秘书。得知叶秋只是个跑业务的，表面客气，眼神里却是居高临下的打量。刚回来还没定下来呢，彭总生意越做越大了。哎，混口饭吃，压力也大，不如你们在外面见的世面多。回来好，山城现在机会也不少，有空一起坐坐。好，群里其他人又聊开了，话题从婚礼聊到工作、房价、孩子，又聊回哪些同学会来，一个个名字被提起。喂，妈。秋啊，起了没？你啥时候回家来？这都回来2天了。妈，不急，这边还有点事，过2天回。对了，过几天有个初中同学结婚，腊月16，我去参加一下。同学结婚？哦，同学都结婚了啊。秋啊，不是妈催你，你看看你那些同学，一个个的娃都满院子跑了。前儿个村东头老王家那小子，比你还小2岁呢，2胎都摆满月酒了。我和你爸还去随了份子，你这都28了，马上奔3的人了，终身大事该上心了。妈知道你以前在外头不容易，顾不上，现在回来了，正好。妈跟你讲，村口那个秦大娘，你还记得不？专门给人说媒的，10里8乡都有名。她前2天还问我呢，说你家叶秋回来没？我说回来了，她可高兴了，说手头有几个好姑娘，在镇上上班的，当老师的，还有在县里做会计的，都本分。你要是愿意，妈这就去跟秦大娘说，安排你们见，相看。妈，你别忙活，秦大娘那张嘴，算了吧，我现在真没心思相亲。没心思？那啥时候有心思？秋啊，听妈的，
成家立业，成家在前，先成家，心就定了，再立业也有个奔头不是？你看你一个人在外头飘着，妈这心啊，整天悬着。妈，我真不急，而且也不是完全没有认识的人。秋娃子，你说啥？认识女孩了？啥时候的事？哪里的姑娘？多大？干啥的？人咋样？妈，你慢点问，一个老同学，人挺好的，具体以后再跟你说。老同学，好啊，知根知底的好。哪里的同学？高中的。哎呦，那感情好，争取今年过年能不能带回家给妈看看？妈，八字还没一撇呢，再说吧，我尽量争取。好，尽量争取。妈不急，你们年轻人多处得好就好。秋啊，钱够用不？妈昨天把你赚来的钱，除了还你小舅的，还剩4万呢。妈给你转回去，你带着人家姑娘吃点好的，看个电影，买点衣裳，别抠搜。咱现在有钱了。妈，真不用，钱你和我爸留着，该花就花，我自己还有，够用。你儿子现在遇到个好老板，挺赏识我的，挣钱比原来容易些。过段时间，我打算在城里看看房子，到时候接你和我爸来住。享福，地里的活儿就别干了，太累。净吹牛，哄你妈开心是吧？还城里买房，接我们享福，你呀，平平安安，早点成个家，妈就比享啥福都强。地里的活儿咋了？干了一辈子，闲不住。真让我们老两口整天待着等吃等喝，那才难受呢，骨头都得生锈。行，不干重活，种菜，养花总行吧？反正你和我爸别太累，钱的事真别操心。跟那姑娘好处啊，过年带回来。又闲扯几句家常，母亲才心满意足，千叮万嘱的挂了电话。催婚的压力暂时缓解了，但带回家这个新目标又悬在了头上。吃完早餐，叶秋来到套房的书房，宽大的书桌上整齐摆放了好几摞文件夹，都是周伟昨天傍晚让人送来的资料。叶秋翻开最上面一份年度综合财报，密密麻麻的数字、图表、术语瞬间涌入眼帘。叶秋看了不到10分钟，就觉得眼皮发沉，脑仁发胀。之前干销售，帮客户管理过小团队，但那最多是管几个人业绩报销，看简单流水，哪见过这种阵仗？这完全是另一个维度的知识体系，每一个数字背后都可能牵扯到复杂的酒店运营逻辑、市场策略、财务管理和行业规则。妈的，还真是隔行如隔山。暴发户的心态和真实能力之间的落差，在这一刻显露无遗。光有钱、有产业，不代表就能玩得转，尤其是酒店这种重资产、重管理、重服务的行业，瞎指挥可能几天就能把一家好酒店搞垮。不懂没关系，我的优势不是酒店管理的专业知识，而是系统赋予的底气。周伟显然是个专业且尽责的职业经理人，资料准备得如此详尽贴心，本身也是一种能力和态度的展示。那么现阶段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信任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自己只需要把握大方向，控制关键风险，并在必要的时候利用系统的优势，提供超越常规的支持。周总，麻烦来我书房一趟。叶董，您找我？周总，这些报告我大致翻了翻，很详细，辛苦了。不过坦白说，我对酒店运营的具体细节和财务专业术语并不精通，所以日常经营管理，包括这些报表的审核、各部门的协调、具体业务的推进，还是由你全权负责。我相信你的专业能力。感谢叶董信任，我一定尽职尽责。不过有几条线，我需要你定期直接向我汇报。第一，每周1次的简明财务简报，我要知道现金流、关键营收和利润数据，异常波动必须说明。第二，涉及重大金额的合同签署、资产处置、核心管理人员变动，必须提前报我知道。第三，你刚才报告里提到的设施老化问题和竞争压力，1周内我要看到具体的评估和至少2套应对方案，包括预算和预期效果。叶秋语速不快，但条理清晰，指向明确。周伟快速在电脑上记录，这位年轻的新老板比他预想的要清醒和果断，不瞎指挥，但抓关键点抓得极准，放权但不放羊。明白，叶董，简报从本周日开始，重大事项随时汇报，评估和方案我会尽快组织人手完成。好，另外我可能不常住酒店，顶层套房我保留，但日常管理不必特殊对待，有时电话联系。是，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自己从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才能更清晰地思考战略层面的事情，也才能有更多精力去处理系统任务，提升自己，以及处理私人生活。想到私人生活，叶秋脑子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昨晚陈木晚仓皇逃离的背影，自己昨天的沉默，可能真的让他难堪了。在忙吗？刚开完一个碰头会，怎么了？晚上有空吗？要不要出去逛逛，随便走走，或者再看个电影？好呀。那你下班我去接你，还是老地方？老地方，大概6点。好的。早晨上班到现在，陈木晚都有些心不在焉，脑海里反复回放着昨晚的尴尬，直到手机震动，看到叶秋发来的消息。他主动发消息了，不是兴师问罪，不是委婉疏远，而是邀请我晚上出去逛逛。笑什么呢？这么开心？没什么，
就是方案有点眉目了。女同事狐疑的看了他一眼，也没多问。他约我了，他主动约我了，是不是说明他并没有因为昨晚的事情讨厌我？或许他昨天只是没想好怎么回应，又或者他今天想通了。各种猜测在他心里翻腾，让他既期待又有些忐忑不安。无论如何，晚上要好好表现，不能再像昨天那样冒失了，要自然，要淡定。晚高峰的拥堵依旧，但叶秋停在了陈木晚公司楼下的老位置。不一会儿，那个熟悉的身影从旋转门里走了出来。等很久了吗？没有，刚到。冷不冷？还好。想去哪儿逛，或者有想看的电影吗？都行，你定吧。叶秋看了他一眼，能感觉到他比昨天更拘谨了，显然还没完全从昨晚的尴尬中走出来。那我们先随便开，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好。那个，昨天不好意思，就是我昨天说的话可能有点唐突，你别介意。没事，是我没反应过来，该我道歉，让你尴尬了。陈木晚，你很好，真的，只是我最近事情比较多，心态还没完全调整好，所以……陈木晚听懂了，叶秋意思不是拒绝，只是需要时间。我明白，我知道有家很小的小店卖砂锅米线的，特别好吃，就是环境很一般，你要不要去试试？好啊，我就喜欢这种地道的小店。指路，前面右转。车子最终在一个几乎只能容一辆车通过的小巷口停下，里面车进不去了，得走进去。没事，走走挺好。陈木晚轻车熟路的带着叶秋拐了2个弯。又是这里，你要什么辣？跟你一样，微辣。2份都微辣。好嘞，稍等啊，小陈，马上好。环境嘈杂，叶秋却觉得比在高档餐厅更自在。陈木晚也放松了许多。这里虽然破，但味道真的很绝。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经常一个人来吃。看来今天是带我来吃你的治愈美食了。算是吧。很快，2个咕嘟咕嘟冒着泡、香气四溢的砂锅端了上来。小心烫。好吃。吃完后，2人走出小店，寒风似乎也没那么刺骨了。还去看电影？有点晚了，明天还要上班，而且吃了这么饱，就想走走。好，那走走，我送你回去。叶秋，谢谢你今天约我出来。那我也谢谢你带我来吃这么好吃的米线，以及分享你的治愈角落。我到了。快上去吧，外面冷。好。陈木晚点点头，犹豫了一下，突然上前一步，快速的抱了叶秋一下。晚安，叶秋。说完，他立刻转身，小跑着进了铁门，身影很快没入黑暗。叶秋一个人站在清冷的夜风中，他愣了几秒，随即摇头失笑。这个陈木晚有时候怯懦的像个兔子，有时候又大胆的让人意外，不过这种感觉挺不错。陈木晚背靠着冰冷的门板，脸颊滚烫，心跳如擂鼓。我怎么会那么大胆？他没有推开我，甚至好像愣了一下，一个礼貌性的轻轻的拥抱应该不算过分吧。他怀着纷乱又甜蜜的思绪躺下，辗转反侧，直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睡去。早上，陈木晚刚在自己工位坐下，打开电脑，桌上的手机震动起来。木晚，上午别安排其他事了，10点半，帝豪酒店3楼景色包间，甲方张总请吃饭，谈我们那个文旅广场的设计方案，你跟我一起去。张鑫，那个方案不是已经提过2轮了？张总那边一直没明确反馈吗？怎么突然要吃饭谈？而且为什么去帝豪酒店？那边消费很高吧？你懂什么？张总这是重视，在帝豪酒店谈，显得我们也有诚意，有档次。这个单子不小，做好了奖金丰厚的很。张总说了，今天主要就是敲定设计方向，饭桌上好说话。你赶紧准备一下方案精华版，10点公司楼下集合，打车过去。陈木晚想起张总油腻的眼神，手指无意的碰触，凑近说话时的烟酒气。张鑫，能不能就约在公司的会议室或者咖啡厅正式一点的地方吃饭？我觉得不太合适。而且我也不太会喝酒。陈木啊，你怎么这么不上道？这是张总主动提出的，摆明了是想拉近关系，把单子给我们，你推3阻4，是想让这个单子黄了吗？你知道公司多重视这个项目吗？要是因为你搞砸了，你负得起责任吗？就是吃个饭，聊聊天，把方案说透，你不喝酒就不喝，没人逼你，但人必须到，这是工作。10点，公司楼下，别迟到。陈木婉捏着手机，指尖微微发白，脸上浮现出挣扎和无奈。工作和责任，张鑫说的对，他不能搞砸项目。好，光天化日，高级酒店应该不会有事。陈木婉那种要家事没家事，要交际没交际，整天只会埋头画图的木头美人，凭什么能找到开豪车的男朋友？正好，张总那个老色鬼。之前2次见面，张总那双色眯眯的眼睛就没离开过陈木婉，私下里还跟张鑫打听过陈木婉有没有男朋友，暗示如果张鑫能帮忙，项目合同和他的辛苦费都好说。陈木啊，你不是清高吗？不是有豪车男朋友吗？我看你这次怎么躲。他拿起手机给张总发了条信息，帮你牵线搭桥。行呀，张总那种暴发户，玩得花，手段多。陈木啊，你不是清高吗？不是有开豪车的男朋友吗？等你被张总得了手，我看你那男朋友还要不要你这破鞋？到时候项目我拿大头奖金，张总那边的感谢费也少不了。金镯子、金项链不比看你得瑟强。他从自己的名牌手提包夹层里小心翼翼地摸出一个用透明小塑料袋装着的2颗白色小药片。陈木啊，你不是不喝酒，正好，那你就喝水吧。张鑫脸上露出狠毒的笑容，他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陈木婉药效发作、任人摆布的样子。
以及那个租车男得知真相后厌恶抛弃他的表情。上午10点，张欣早已等在门口，他挑剔的上下打量陈木婉，撇撇嘴。你就穿着身，算了，走吧，时间差不多了，待会儿机灵点。张总说什么听着，多笑，别板着个脸。方案你来说，说重点。张总高兴了，这单子就成了，年底奖金少不了你的。张总，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哎呀，小张、小陈，来，快坐快坐，我也刚到。张总好。好，别客气，坐。张总坐回主位，指了指左右两边的位置。小张坐这边，小陈坐这边，方便聊方案吗？张总，这是我们方案调整后的精华版，您过目。哎，不急，先上菜，咱们边吃边聊。这帝豪酒店的粤菜可是一绝，我专门点了几个招牌，你们小姑娘肯定喜欢。张总的眼神始终在陈木婉身上打转。张总说的对，先吃饭。木婉，别急着工作，张总一片盛情，咱们得领情。饭菜上桌，张总热情夹菜，尤其照顾陈木婉。小陈，尝尝这个龙虾，新鲜，这个乳鸽炖的入味，美容养颜，多吃点。你看你瘦的。服务员端上酒，张总给自己和张欣倒满，然后拿酒瓶要给陈木婉倒。陈木婉连忙捂住自己面前的酒杯口。张总，我不会喝酒。张总，木婉她酒精过敏，真不能喝。这样，我陪您喝，让她以茶代酒，心意到了就行。陈木婉感激地看了张欣一眼，心里稍微松了口气。张总哼了一声，没再强求，转而与张欣推杯换盏，言语露骨，吹嘘生意人脉，眼神不时飘向陈木婉。张欣看张总离开，立刻转向陈木婉，拿起陈木婉面前那杯已凉的茶。木婉，茶凉了，喝了对胃不好，我给你换杯热的。他拿起茶壶，背对陈木婉倒水，喝点热的，暖一暖。谢谢。张总很快回来坐下，看到陈木婉在喝茶，眼中金光一闪，与张欣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小陈啊，别光喝茶，吃菜。陈木婉她忽然感到一阵眩晕。我有点不舒服。不舒服？是不是太闷了？来，喝口热茶缓一缓。张欣将那杯茶又往陈木婉面前推了推，陈木婉意识开始模糊，下意识又喝了一口，药效更快发作。陈木婉身体发软，几乎坐不住，一股燥热从体内蔓延。不对，这感觉……他用残存理智努力睁眼，看向张欣，看向茶杯，看向张总油腻贪婪的脸。你们茶……木婉，你怎么了？脸这么红，是不是发烧了？小陈这是怎么了？突然不舒服，是不是低血糖？楼上我开了个房间休息一下。小张，快搭把手，送小陈上去躺会儿。放开我，没事的，木婉，休息一下就好。三人走出包间，一名服务员经过，张总立刻摆出关心长辈模样。同事不舒服，送他去休息一下。服务员微微躬身让开，陈木婉心沉入冰窖，绝望如潮水涌来。叶秋，如果他在，救我。所以，针对客房部分老旧电器和卫浴设施，我们计划分批次更换，优先考虑高楼层行政套房和豪华套房，预计首批投入约600万，工期。陈木婉，混乱的微信消息，帝豪不舒服，张救我。这几个关键词串联在一起，再联想到陈木婉昨天提到今天有工作，周伟立刻要取酒店所有公共区域，特别是餐厅、走廊、电梯的实时监控。招人一个年轻女孩，大概1.65米，长发，可能穿着米白或浅驼色大衣。查她什么时候进来的，跟谁一起，现在在哪里。周伟反应极快，毫无犹豫，立刻拿起内部电话。监控中心，我是周伟，立刻调取全酒店公共区域，特别是3楼餐饮区所有走廊、电梯的实时及过去半小时录像，寻找一名年轻长发女性。叶秋一把抓过周伟面前的酒店内部架构平板，手指飞快滑动，调出实时系统，脸色阴沉骇人。在我自己的地盘上出事，如果他通知安保部所有当班人员，立刻秘密搜寻，重点查3楼包间区、客房楼层，发现异常立刻上报，不需打草惊蛇，通知工程部，随时准备配合封锁电梯和通道。他一边下达指令，一边已冲出办公室。周伟跟在叶秋身后，额头冒汗。他意识到出大事了，而且出事的人恐怕跟叶董关系匪浅。电梯飞速下降，叶秋紧握拳头，指节发白，眼神冰冷焦灼，绝不允许。张总和张欣搀扶着陈木婉，快步走向电梯间。张总一脸急切淫笑，手几乎搂上陈木婉的腰。张欣既兴奋又害怕，警惕张望。电梯门打开，里面空无一人。张总心中一喜，正要扶陈木婉进去。站住！张欣回头看到叶秋，瞬间脸色刷得惨白。他怎么在这里？你谁呀？干什么的？我同事不舒服，送他去休息，关你什么事？放开他！叶秋不再废话，一个箭步上前，一手钳住张总手腕，另一手稳稳揽住陈木婉软倒的身体，紧紧护在怀里。打人了！保安呢？我就是这里的总经理，这位先生，请你解释一下，这位女士是怎么回事？你们对她做了什么？总经理，他是我合作的乙方设计师，吃饭突然不舒服，我们好心送他休息，这个人突然冲出来打人，你们酒店不管吗？木婉，能听见我说话吗？叶秋，真的是你，我
我好难受。是我，别怕，没事了，我在这儿。周伟，报警，控制住这2个人，调取他们所在包间以及从包间到这里的全部监控，查封他们今天点的所有食物饮料，特别是这位女士用过的杯具，交给警方取证，立刻联系酒店合作的医疗机构，派医生过来，要女医生通知法务部准备起诉材料，所有罪名一条条给我算清楚。每一句话都像重锤。张总脸上血色褪尽，张欣浑身发抖。叶秋下令后，张总冷汗涔涔，酒彻底醒了。误会，都是误会。小陈他真是自己不舒服，我们没做什么。小张，你快说句话啊！叶秋，你听我解释，是张总他让我闭嘴，有什么话跟警察去说。周围已用对讲机下达命令，更多安保赶到，控制住张总和张欣。叶秋小心地将怀中的陈木婉交给医生和护士，立刻检查，我需要知道他中了什么药，严不严重？叶董放心，我们马上带他去您的房间进行检查。兄弟，不，大哥，老板，我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我不知道他是您的人，我赔钱，我道歉，您高抬贵手，放我一马，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了。木婉，你帮我说句话，我不是故意的，是张总逼我的。叶秋，看在我是木婉同事的份上，你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同事，你也配提这2个字？等着法律的制裁吧！我会请最好的律师，确保你们得到应有的照顾。这里交给你，警察来之前，别让他们离开，也别让他们接触任何东西，所有证据保留好。是，叶董。走廊里，张总和张欣面如死灰，彻底瘫软，被安保严密看守。叶总，这位小姐应该是被下了某种强效的镇静类药物，混合了其他成分，剂量不算特别大，但足以导致意识模糊、肢体无力。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没有直接危险。我们已经给她用了药，需要休息和观察，药效过去应该就没事了。血液样本我会立刻送去合作的医院做毒理分析，具体报告可能要稍后。你出去吧，有事我再叫你。叶秋走到床边，陈木婉安静躺着，叶秋在床边坐下，轻轻握住她冰凉的手。没事了，睡吧，我在这儿。叶董，警察到了，监控和物证已移交。张姓男子承认在张欣协助下意图不轨，并试图用项目合同和金钱贿赂我方人员。张欣已崩溃，全部招认，2人已被警方带走，需要法务部跟进吗？跟往死里告，联系媒体，把事情适当曝光，我要他们身败名裂，在山城再无立足之地。明白。叶秋放下手机，目光重新回到陈木婉脸上，轻轻叹了口气。这个傻姑娘太单纯了，以后得把她看紧点才行。床上，陈木婉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紧紧抱住了坐在床边的叶秋。叶秋，热，好热。叶秋撑起身体，看着身下的陈木婉，她紧闭双眼，脸颊潮红未退。我居然在这种情况下，她醒来会怎么想？不管她怎么想，我必须负责，不只是同情好感，我想拥有她，保护她，让她只属于我。陈木婉缓缓睁眼，低头一看，羞得无地自容，猛地扯过被子，把自己连头带脸蒙住。天啊，不是梦，我真的和他，我还那么主动。醒了，感觉怎么样？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木婉看着我，对不起，我不知道会这样。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没能控制住自己，虽然事出有因，但终究是冒犯了你。不怪你，是我。陈木婉，听着，我会对你负责。听到叶秋的话，陈木婉愣住了，沉默半晌，她才反应过来，眼泪涌上眼眶。你不用这样，我不是要你负责，而且是我连累了你。不是连累，是我心甘情愿，就算没有发生这件事，我也迟早会这么做。其实我从在见到你的时候就有点喜欢你了，只是没想到会是在这种情况下。陈木婉身体一震，整个人僵在他怀里，他伸出手，犹豫了一下，轻轻环住叶秋的腰，把脸埋进他胸膛。那个张总和张欣已经交给警察了，证据确凿，他们跑不了，后续我会处理，一定让他们付出代价。你的工作如果不想回那家公司，可以来我这里，或者我帮你安排更好的。公司本身没问题，是张欣的原因，我不想因为几个人渣就放弃自己的工作，而且我想靠自己。好，都依你，不过以后再有这种事，第一时间告诉我，不许再一个人扛着，知道吗？陈木婉穿好衣服，打开门，见他出来，叶秋自然地走过来，牵起他的手。饿不饿？我让人准备了吃的，都是清淡好消化的。那个我们现在算是什么关系？男朋友和女朋友的关系，或者说未婚夫和未婚妻的关系，如果你不反对的话。不过在那之前，我觉得有件事得先解决一下。什么？你得先跟我回家见见你未来公公婆婆。我妈昨天还打电话催我，让我过年务必带女朋友回去，这下不用等到过年了。见家长这么快？快吗？我觉得正好，反正你也跑不掉了。好，我真的得回去了，换洗的衣服还有明天上班的东西都在那边。好，我送你。陈木婉刚迈出一步，脚步趔趄，差点没站稳。叶秋眼疾手快扶住他，
怎么了？还是不舒服？没事，就是腿有点麻。别回去了，你这个样子怎么爬楼梯？而且需要好好休息。今晚就住这里，我让周伟安排人去买你需要的东西送上来。不用那么麻烦。听话，先休息。工作的事情别担心，我给你请假，休息几天，养好身体再说。那好吧。叶秋将陈木婉送回卧室床上，盖好被子，调暗灯光。睡吧，我就在外面，有事叫我。陈木婉洗漱完毕，换上一身舒适棉质家居服，走出卧室。醒了，感觉好点没？好多了。过来吃早餐。套房的门铃响了，是周伟。叶董，打扰了，楼下有几个人，说是张建国和张欣的家属，想见您和陈小姐，态度不太好处理。来得倒快，几个人？什么情况？张建国那边来了他老婆和一个看起来像是律师的男人，张欣那边是他父母，还有一个自称是他表哥的年轻人，在大堂接待区嚷嚷着要见主事的和受害者，说要私了。私了，让他们等着，我下去。叶秋，没事，你吃你的，我处理。我也去，他们毕竟是来找我的，而且我想知道他们会说什么。好，一起去。不过待会不管他们说什么，怎么做，你都别说话，交给我好吗？张建国老婆叉着腰，对着试图安抚他的前台经理唾沫横飞。我老公是正经生意人，跟那个小贱人吃饭是谈工作，谁知道他发什么疯自己晕了，还诬赖我老公。你们酒店凭什么抓人？还有没有王法了？叫你们老板出来，今天不给我们个说法，我就躺在这儿不走了。另一边，张欣父亲满脸愁苦，搓着手，母亲不停抹眼泪念叨：我家欣欣从小胆子就小，怎么会做这种事？肯定是被人逼的，被人骗了。妈的，哪个不长眼的敢动我表妹？看老子不！话音未落，叶秋和陈木婉在周伟陪同下走来。就是你，一个狐狸精，小贱人，勾引我老公不成，反咬一口，报警抓人！我告诉你，没门！我老公要是坐牢，我跟你没完！他说着就要扑上来，被周伟眼疾手快拦住。这位小姐，还有这位先生，我是张建国先生的代理律师。关于昨天的事情，我们认为存在巨大误会。我的当事人只是正常商务宴请，陈小姐身体不适，我的当事人出于人道主义关怀送其休息，并无任何不轨企图。至于张欣女士的供述，很可能是在受到威胁或诱导的情况下做出的，不能作为有效证据。我们要求立即释放我的当事人，并保留追究陈小姐诬告陷害法律责任的权利。陈小姐是吧？我女儿跟你还是同事啊，她平时连只蚂蚁都不敢踩，怎么可能害你？一定是那个张总逼她的，她是没办法啊。你就行行好，跟警察说说，放过我女儿吧。她还年轻，要是留下案底，这辈子就毁了啊！阿姨，求求你了。陈小姐，得饶人处且饶人，欣欣是做错了，我们赔钱，我们倾家荡产也赔，你就高抬贵手，给她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陈木婉没见过这种阵仗，心里产生一丝犹豫和不忍，嘴唇动了动。叶秋冷眼旁观，将陈木婉的犹豫尽收眼底。他轻轻握了握她的手，示意别出声，然后上前一步挡在她身前。说完了，叶秋目光首先落在贾律师身上。你是律师，职业证号多少？在哪个律所任职？代理这种意图迷奸、协同犯罪的案子，不怕司法行政部门吊销你的执照？我是张总的朋友，临时帮忙。那就是没有代理资格，在这里冒充律师，干扰司法，罪加一等。周总，记下他的身份信息，一并提供给警方。是。叶秋转向张建国老婆，你老公是正经生意人，需要我把他公司偷税漏税、以次充好、贿赂相关人员的证据，也一并提交给经侦和纪委吗？你胡说，是不是胡说？你心里清楚。叶秋目光落到张欣父母身上，你们的女儿可怜，那谁来可怜？差点被你们女儿亲手推入火坑的她。你们的女儿是年轻，但她动歪心思，下药害人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别人的一辈子？她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时，有没有考虑过别人的父母会不会心痛欲绝？现在知道求饶了，晚了，做错了事就要付出代价，这是小孩子都懂的道理。至于赔偿，我不缺钱，我要的是公道。最后，他看向黄毛表哥，让我在山城混不下去，你可以试试。张建国老婆彻底蔫了，瘫坐沙发上，眼神呆滞。伤心父母抱头痛哭，黄毛表哥缩了缩脖子，不敢再放狠话。叶秋说的对，做错了事就要付出代价。如果不是叶秋及时赶到，如果不是在帝豪酒店他的地盘上，如果晚1个小时甚至半个小时，我的人生可能就真的毁了。对这种人渣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周总，送客以后，这些人以及相关人等列入酒店黑名单，不许踏入帝豪半步。是，叶董。周伟一挥手，几名安保人员立刻上前，礼貌而强硬地请走了这几人。刚才我是不是有点太软弱了？没有，善良不是错，但你的善良要留给值得的人。对于这种毫无底线伤害你的人，最好的善良就是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避免他们再去伤害别人。转眼便到了腊月16，初中同学卢迪和李思思婚礼的前一晚，沉寂许久的永远的初3群，果然如同烧开的油锅，彻底沸腾起来。干什么呢？这么热闹？初中同学群，明天有人结婚，都在讨论。兄弟们姐妹们，明天中午11点，皇家宴会厅，不见不散。我卢迪恭候大家。必须到，狄总喜酒，爬也要爬去。
从省城赶回来了，明天见。县里出发的集合了，拼车走起。卢迪可以啊，皇家宴会厅有排面。彭总明天开啥车来？听说你又换座驾了。刚应酬完，没换啥好车，就一辆新款的宝马，开着玩。耗子，你今年搞工程听说发，不得弄辆豪车。彭总别上我了，小打小闹哪比得上您？我发现咱们班现在混的都不错啊。我记得凯子是不是开的奔腾？别提了，贷款买的，每月还贷压力大，比不上你们全款的。贷款那也是奔腾啊。对了，婷姐现在在哪儿高就呢？听说在深圳当高管了。什么高管，就是个小经理，混口饭吃。深圳压力大，房子买不起，还是你们在山城舒服，房子便宜。婷姐谦虚了，深圳一套房顶我们这儿10套。伟哥呢？公务员当得爽吗？妇科解决了没？快了，再努力，还是体制内稳定，比不得你们做生意的大老板来钱快。稳定就是福啊。话说明天能到多少人？咱们班当时50多号人，我看这架势能来30多吧，差不多。好多在外地的都赶回来了，结婚是大事，也是老同学聚会的由头嘛。期待，好久没见大伙了。对了，秋哥明天肯定来吧？你回来了正好去。现在在哪儿发财呢？叶秋看着屏幕笑了笑，打字回复：肯定的，发什么财？瞎混。他回得很低调，但这话显然不能满足群里某些人的好奇心，尤其是之前被他冷淡回应过的赵大鹏。叶秋回来就好，山城现在机会多，有啥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对了，明天怎么过来？要不要我去接你？彭总霸气。秋哥，彭总专车接送，这待遇可以啊。叶秋现在做啥呢？以前听说在外面跑业务。不用，谢谢彭总，我自己有车。你这群同学挺热闹啊，感觉像在看小型社会缩影。是吧？攀比、炫耀、打听、客套，每年就那么几次，剧本都差不多。那你明天去吗？去啊，卢迪人不错，当初帮过我，而且去看看老同学也挺有意思，说不定还能遇到点有趣的事。叶秋被手机震动声吵醒，皱了皱眉，眼睛还没完全睁开。几点了？好像还早，你手机一直在响，群里好像很热闹。兄弟姐妹们，起床了，准备出发了。11点，帝豪酒店皇家宴会厅，别迟到啊！我还在纠结穿哪件衣服。穿啥不重要，人到了就行，关键是红包准备好没？哈哈，那必须的，狄总大写，红包肯定厚厚的。你们猜今天谁的车最扎眼？我赌彭总的豪车。我昨天看到婷姐发的朋友圈，好像开的是辆新能源电车，有品位。低调，代步工具而已。充电麻烦点，还是油车省心。耗子，你车保养一次得多少钱？别提了，死贵，还是彭总的车好，操控一流。还是我的小破车实在，省油耐造，哈哈。话说，怎么没见秋哥说话？昨晚睡得早。秋哥估计在忙吧。秋哥今天怎么过来？要不要兄弟们接一下？需要接就说一声，顺利。你这群同学一大早就在比车啊？常态，不管他们，你再睡会儿还早。不睡了，我得起来帮你再看看那套衣服，熨一下，还有鞋子得擦亮点，今天可不能输阵。好，都听陈总监的。上午10点20，帝豪酒店1楼大堂早已被婚礼的喜庆气氛笼罩。叶秋从专属电梯出来，穿过大堂，走向签到处。卢迪眼尖，一眼就看到了叶秋，立刻挥手，脸上笑容更盛，绕过签到桌迎了上来。秋哥，这边你可算来了，就等你了。少吹牛了，恭喜新娘子很漂亮。那必须的。卢迪接过红包，捏了捏厚度，笑容更真诚了几分，也没客气，顺手递给身后的伴郎，拉着叶秋往签到桌走。思思，你看谁来了？叶秋，好久不见，谢谢你能来。恭喜叶秋，王凯，真是你啊，变化不小啊，更帅了，差点没敢认。你也是烫了。哎，别提了，应酬多，喝出来的，自己来的，没带家属。一个人。叶秋，耗子，婷姐，可以啊。叶秋，这么多年没见，还是这么精神。叶秋，好久不见，现在在哪儿发展？刚回山城，还没定下来。回来好，山城机会也多。罗迪，恭喜啊！思思今天真美。谢谢婷姐，你们先聊着，我招呼一下其他客人。叶秋怎么过来的？开车还是打车？开车。哦，买的什么车？咱们班现在买车的可不少。代步工具而已，没什么好说的。还保密，不会是豪车？怕刺激我们吧？耗子，别瞎起哄。叶秋刚回来，可能还没置办。为了叶秋，住哪儿？现在暂时住酒店。酒店长期住酒店可不便宜，没考虑租个房子。我在城东有套小公寓空着，你要暂时没找到合适的，可以先住着，房租好说。这话说着看似热心，实则是一种隐晦的暗示自己在山城有房产。谢谢婷姐，暂时不用，酒店挺方便。也是，酒店有人打扫，省心。哟，彭总到了，走，迎去。彭总就等您了。彭总，好久不见。赵大鹏一一回应，目光在几人身上转过，最后落在了站在稍后位置的叶秋身上。他眼神微微一顿，随即笑容加深，带着一种长辈审视晚辈般的姿态。叶秋真回来了，昨晚群里问你，你也没回，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滕总说笑了，卢迪的喜酒肯定到，来了就好。刚才耗子问我你怎么来的，我说你可能打车不方便，早知道该去接你一趟。住哪儿？待会结束要是顺路，我送。不麻烦彭总，我自己有车。有车好啊，方便。卢迪，恭喜，场面弄得不错。帝豪皇家厅有眼光。彭总过奖了，您能来，蓬荜生辉。赵大鹏很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谈笑风生，不时爆出几个项目、投资领导之类的词，引得孙浩、王凯等人连连附和。叶秋安静地站在一旁，听着，偶尔礼貌性的笑笑，
并不插话。叶秋的目光扫过赵大鹏身边那个女孩，看年纪不过20出头，眼神里透着古与年龄不符的精明和世故。赵大鹏的原配以前同学聚会叶秋见过2次，是个挺朴实的女人。看来这位彭总果然如群里传闻，发达之后也没免俗。走吧，咱们别在这儿站着了，先上楼看看新娘子家的亲戚朋友来了没，帮忙招呼招呼。对对，彭总说的对，上楼。一行人便朝着电梯间走去。电梯到了，空间有限，赵大鹏自然被让进去。孙浩、刘婷、王凯也跟着进去。叶秋和另外2个不太熟的同学等下一趟。电梯门关上的一瞬，里面传来赵大鹏压低的声音：“叶秋那小子出去混一圈回来，倒是学会装深沉了，衣服看着还行，不知道哪淘的 A 货。”皇家宴会厅内，赵大鹏等人正坐在主桌旁，和先到的几个同学聊得热火朝天。叶秋走过去，找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叶秋，现在做什么行业？暂时还没定，看看机会。哦，刚回来，是要多看看。体制内考虑吗？今年我们单位好像还有编外招聘，你要有兴趣，我可以帮你问问。谢谢伟哥，暂时不用。体制内稳定是稳定，就是收入上不去。伟哥，你这妇科解决了，1个月到手也就6、7千吧，还得熬年头，不如出来做生意。你看彭总1年少收这个数。他比了个手势，赵大鹏矜持的笑了笑，没否认。做生意有风险，不如伟哥你们铁饭碗稳当，各有利弊。彭总谦虚了。话题又绕回了赚钱、车、房。叶秋安静的听着，目光则打量着宴会厅的布置和来往的宾客。门口又传来一阵喧哗，几个打扮入时的女同学结伴而来。瞬间吸引了同学区不少目光。哟，咱们班的几朵金花来了。来的女同学里，有当年班里文艺委员张丽，现在在银行工作；性格泼辣的李娜，现在开了家美容院；还有2个叶秋印象不深，但看起来过得不错的。耗子，你还是这么贫。叶秋，真是你啊！好久不见。张丽，好久不见。哇，叶秋，你越来越帅了。有没有女朋友？没有的话，姐给你介绍个优质的。那姐，你就别惦记人家叶秋了。说不定早名草有主了。女同学的到来让话题多了些生活气息，聊起了孩子、教育、护肤，但很快又被孙浩、王凯等人带回了攀比的轨道。丽丽，听说你去年提了支行副行长，厉害啊！副什么行长？就是个部门小头头，压力大得很。那也比我强，我就一破开店卖脸的。那姐，你这钻戒可不像卖脸的，得卖多少张脸？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大家都成家立业了。想想初中那会儿，咱们还为了抢篮球场打架呢。是啊，彭总那会儿就是咱班老大，现在更是咱们的领头羊。什么领头羊？就是大家给面子。当年赵大鹏家境好，又喜欢拉帮结派，确实算个风云人物。但论起女生缘，却远不如长得清秀的叶秋。这事一直是赵大鹏心里的一根小刺，所以现在发达了，赵大鹏格外喜欢在老同学，尤其是女同学面前展现自己的实力。对了，卢迪这小子可以啊，能在帝豪皇家厅摆酒，不过也是一辈子就一次，该花的得花。彭总常来，熟门熟路了。还行，跟这儿周总很熟，帝豪酒店的总经理，在山城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了，能跟他很熟，本身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丁检测到赵大鹏吹牛，揭穿打脸任务触发成功，任务揭穿并进行打脸，可奖励500万元。听到系统的提示音，叶秋心中一阵狂喜。这几天一直陪着陈木婉，系统沉寂了一段时间，现在新的任务总算来了，而且这个任务可以说是太简单了。周伟是他手底下的人，根本就不用通过系统给的打脸证据，就可以直接进行揭穿打脸。当然，现在还不合适，毕竟人家卢迪的婚礼还没有举行，没必要立马闹翻。等吃饱喝足，酒过3巡后，让赵大鹏多吹点牛，让他站到最高处之后，再让他掉下来，这样的打脸效果才是最好，可获得更多的商城资金。彭总人脉就是广，都是朋友给面子。叶秋，你要早回来几个月就好了。我上个月刚跟帝豪的采购部经理吃过饭，他们那时候好像在招销售经理，要求有招商经验的，你正好是专业对口，你正好在的话，我还能帮着递个话。这话听起来像是关心，实则又是一次无形的炫耀和打压。你看，我连帝豪酒店的管理层都熟，能安排工作，而你连个正经工作还没着落。别听彭总的，工作慢慢找，不急。赵大鹏见叶秋没接茬，以为他被说的哑口无言，心里那点舒畅感更浓了。他端起茶杯，悠哉地吹了吹浮沫。就在这时，宴会厅入口处又传来一阵动静，只见卢迪陪着2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走了进来。陈老师、杨老师，大家纷纷起身，来的正是他们初中时的班主任陈老师和数学老师杨老师。2位老师都已退休，但能被学生请来参加婚礼，显然很是高兴，脸上满是笑容。同学们都来了，好啊。陈老师、杨老师，你是叶秋，好小子，长这么高了，模样没大变，就是更精神了。现在在哪儿工作？刚回山城，还没定。回来好。山城现在发展快，机会多，你们都混得不错吧？我刚才听卢迪说，咱们班出了不少人才。老师，我们这都是小打小闹，比不上您桃李满天下。大鹏啊，听说你生意做得很大，好，有出息。老师过奖了，都是赶上了好时候。几杯酒下肚，赵大鹏俨然成了同学区的核心，不断有人来敬酒，说着恭维话，他也来者不拒，谈笑风生，偶尔爆出点内部消息或高层意识，引得众人惊叹。别理赵大鹏，有点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你呀，
稳稳当当做自己的事就行。谢谢娜姐。这叶秋长得是真招人，性子也稳，就是好像有点太淡了，缺了点锐气和野心，可惜了。秋哥，今天必须喝尽兴，咱兄弟不多说，都在酒里。彭总，感谢闪光，我干了，您随意，好好过日子，以后有什么事找哥。谢谢彭总。临近尾声，不少客人开始离席，同学们也坐得差不多了，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赵大鹏似乎喝得有点多，话更多了，嗓门也大了起来。不是我跟你们吹，帝豪这酒店明年可能要评5星，知道为什么吗？硬件够，软件也上去了。我跟他们周总熟，听他提过一嘴。彭总牛逼，这种内部消息都知道。彭总，那以后来帝豪吃饭，您可得给咱们打折啊。好说，报我名字，起码能打个88折。哈哈哈。叶秋放下筷子，拿起纸巾擦了擦嘴，起身准备去跟卢迪打声招呼。叶秋，这就走了，不再坐会儿，待会我们可能还要去2楼茶座坐聊聊。你要没事，一起。不了，滕总，我还有点事，要先走一步。没什么，就是酒店的周总刚才发信息，有点事要跟我汇报，我得上去一趟。赵大鹏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嗤笑一声。叶秋，没看出来啊，几年不见，你这吹牛的功夫见长啊。周总跟你汇报，你怎么不说这帝豪酒店是你的呢？大家听听，咱们叶秋同学如今可是能让帝豪总经理亲自汇报工作的人物了，了不得。秋哥，喝高了吧？这话说的。叶秋，不是我说你，老同学面前实实在在就好。装这种没边的有意思吗？你要真这么牛，别走啊，让周总下来当咱们大家面汇报，我也好见识见识咱们叶总多大的面子。就是彭总说的对，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机会这不就来了吗？而且是赵大鹏亲手递上来的，效果更佳。既然彭总这么想见识，那我就等等。叶秋这副气定神闲，仿佛真有其事的模样，让起哄的孙浩等人愣了一下。装，继续装，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待会周总要是没来，我看你脸往哪搁。叶秋不再理会他，在桌上众人的注视下，从容的拿出了手机，手指在屏幕上点了几下，放到耳边。周伟，是我，在4楼皇家宴会厅，同学去靠舞台左边第3桌，你直接来这里汇报吧。桌上安静的有些诡异，其他几桌也有同学注意到了这边的异样，低声交头接耳起来。叶秋，你真认识周总？